实力的一个比拼了。因为在里奥的回忆，可能一上来双方都会倾向去监管者那边做一个跛脚羊的比拼嘛。拉开差距的就是看你求生者的一个发挥了。是，因为你阵容上面的话，你可以选冒险家，别人也可以去拿这个冒险家。对的。这局的话，化险为夷应该是木偶师跟大副携带，就看一下有没有第3个人带了。看这个魔术带不带，还是或者说冒险家有。中场的冒险家、月亮门的大副、大房的魔术师以及200双前面的木偶师。把木屋空出来，让跛脚羊选了，那前期有没有可能是能透到？我记得这个点是有人被找到过的。看一下宠爱这边也是开局先往白纸的方向去贴一下，但白纸这边的话是直接开始绕外圈的大房，这个点的话就排不到了。而且白纸这边的耳鸣其实是可以让油罐那个跟大房的那个求生者去帮忙卡一下的。现在也知道跛脚羊会攒愿力，所以修的都比较果断。即使进入追击了，也是跟这个龙博弈，钻了，那听得到声响，身距还比较开，但飞轮没好，感觉还是能给刀。那后来极限的拿到一刀，直接补龙。这魔术棒会被逼得很快啊，就看一下下一波能不能说把这个魔术棒续出来。哦，续不出来了，直接是被击倒40多秒的一个击倒时间。非常快，飞轮还没好，还有地下室，这里还有个地下室哦，应该是不挂，他觉得自己节奏还不错。那密码机的话，其实也就1台，现在密码机非常的少。冒险家还在破译呢，看一下这波救援，应该就是尽可能的先把大副打出来。哎，摇表修机 ，OK， 修一会儿，把龙拆了，多卡一会儿椅子上的淘汰进度嘛。补上救。怎么说？犹豫了一下，想打大副又没打，给沉默人拆掉龙，那这个愿力也废掉了，有点可惜。这波手椅上其实求生者赚了很多，感觉能够拖出来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了。对，就看一下这个闪现跟飞轮上面的博弈，因为它飞轮还有一根魔术棒嘛，还是有点牵制空间的。魔术棒直接开始绕模型，钻过来，飞轮。但是由于求生者钻龙是有一个冷却的嘛，那只冷却，所以说这波钻不回去，飞轮也只能顶墙。密码机的话是2台半左右，但闪现没有吃。陈仔准备过来实行2救，再套个化险为夷，看能不能多拖点密码机。然后你第一波没牵制够，你现在套化险为夷就只能是拖密码机了，但是他拖不了太多的一个密码机，不太够。这波陈仔。哦，给到一刀，救下来愿力不是很多，沉默人应该最多牵制到这个化险为夷结束。对，只能说搏这个短板子了。过板换了一下状态，开出2阶，愿力回复的更快了。那你现在打倒他的话，其实也不需要去把自己这个闪现给他交出来。那宠爱还是尽可能的保留这个闪现，后面可以切底牌去续节奏嘛。加上加上冒险家的那个密码书页，差不多是还差1台。是。空击到了冒险家。现在应该只有大副能稍微扛一下压吧。木偶师状态也不太好，冒险家更是牵制不了。冒险家这把是带了一个化险为夷的。哦，这么大胆在修，这波传不传呢？可以先贴近，然后交龙也行。那就闪现留着。哦，再换人，再换男。想暗杀龙吗？好，然后承载那边也撒手了。对。我看到下板刀，反应很快，逼出来这个怀表。这个时候他再想办法去切传送也是 OK 的。底牌捏的比较死。宠爱的话，其实一直想要去排这个冒险家，因为他也知道现在输液比较多。所以想要去用这个输液把它控住。哎，在板子中间没有第一时间砸，但是你砸到了。那人已经过来了，自己位置还因为下板暴露了。冒险家还有一个化险为夷，但是过来救援是有被拦截的风险的。是的，看一下宠爱能不能掌握他的一个位置。而且外围的话，需要补的密码机也还有。承载现在先把大门的那台给他补了。让冒险家那边贴过来，看一下这波牌点。哦，过来看到人了，这里感觉给一刀有点救不了了。
自己没有任何的一个牵制道具，一个后撤再过龙去，哎呦，但这里的话没有过去能救下来，是卡了一下魔。不然的话这波感觉救下来都有点够呛。嗯，现在想针对白纸，也知道白纸最后身上的那个密码书也很关键，想先失常踹。踹完之后，密码输液的一个进度是不够开这台密码机的。对，再抓这个白纸，哎，传到脸上。但这里的话牵制不动。那再把冒险家挂上，木偶师只有想办法救冒险家的时候才能捡到这个输液，而且捡到了也不够啊，进度不够。对他现在的话可以先把它挂得远一点，远离这台木屋的密码机，而且大副那边还躺在地上嘛。木偶师那边又要救人又要破译的话，其实有点来不太及。而且宠爱那边只是想把他先搬远，而且看到了男的那个位置嘛，他就有点像不想让他这个密码输液掉出来。对，挂上椅子上才会掉下来。对。不挂的话一直在身上，那我等你自愈了以后，我再把你击倒，这个输液永远留在你身上。再搬运哦，双挂。但是也是看到了承载的位置。承载这里能救吗？椅子很近，所以拆龙比较快。这波能救来，给到哦，应该是打到木偶是最后一点路易身上了。击倒大副，接着救。但输液是在刚刚救人的木偶师身上。就输液用不出来，始终密码机不够啊。对，其实你只要把握住这个输液就行了。嗯，求生者也很清楚，现在只能想办法再拉扯一下。但其实他下一脚的失常马上也要好了。对，再踹一脚，那更是雪上加霜啊！传进去，最后极限龙没拆掉，再踹一脚，踹到你的密码输液根本修不开。对，把求生者最后的希望全踹没了。这个冒险家可以直接挂。嗯，承载交了个自愈。还在破译，但是还差呀，差，只能说加半台进度上去，但是也还差个30、20，修50才行。输液用掉了，过来路易交到一个龙上，另一边能偷下来，但是承载这里自己好像要留在遗产了。他绝处逢生的话，其实也是已经交过了。对，这边想要去调整一下冒险家跟大副的状态。船也很清楚，只要守住这台遗产，求生者没有机会再去多修了。摸好了，其实也是早晚得过来自己去救人啊，或者干嘛。而且你摸满了之后，其实两个人跑的一个位置不会说特别远。现在还在排。但你现在这个密码机的进度一直差，他如果硬守的话，其实还能够再用出来一脚失常。这波一直在攒愿力，都快攒满了，还在排。只要发现男的位置，男即使满装他也救不了的，但他可能在拖白纸，偷偷摸过去。哎，找到男了，哎，砸了个头。白纸能救吗？能救。这样反而两个人开始抢木屋，这不能死抓大副了。这不得赶紧回去了。两个人应该是不强抢吗？不强抢更没机会了。80多的一个进度，那这脚失常一用出来的话，其实那边就更难了呀。对，刚刚其实是有机会强抢的呀。木偶是交个路易扛刀，对吧？都有回光返照的局。是的，不过白纸这边是再挖了一点密码输液出来。哦，在脸上挖，原来这里还有个输液。那这样是应该是把破译的任务交给白纸了。是的，让他们去吸引一下注意力，然后白纸看能不能把它挖够，挖够就还有希望。是，因为这把他们3个人都是带了个回光返照的，所以宠爱这边赶紧回防。哦，先找一下承载，直接亮了，那还是让亮掉了。不过亮掉之后，其实就有一个跑一个的面了。对，毕竟已经切成了失常，就没有传送了，又得留愿力去赶路，又得拿愿力来抓人。男这里得多撑一下，最好多费一点愿力。大门已经在点了，那应该是稳跑一个，来不及去大门了。愿力这边也有点不太够嘛，稍微。嗯，这把真给斗武求生者运营出来一个跑一局啊！这把能跑一个已经是很赚了。是，
现在大门是已经开掉，再回头去找南。其实，在宠爱这波把人机捅守了以后，他就直接守着椅子，应该也是稳4抓了。对，他是想抓这个大副，又给大副操作了速抓呀，才能有一个争多的面。而这个阵容挑争上线的一个能力，其实跟跛脚羊比，我觉得可能还是跛脚羊要更有优势一些。对。就针对来说，你说魔术师他牵制跛脚羊只能吗？这木偶是可以提前上2楼先兜一圈啊。但是绕大房的话，你不管说这个木偶是刷在了外面还是里面那个楼梯，其实上2楼都还是挺稳的。嗯，毕竟你前期没有空中飞人，赶路能力比较一般。看一下前期也是在看大副的方向。不过小明那边是没有直接破译密码机，所以他是有点想往中场去赶。中场是小果冻教授。相信队友人人都自保嘛，不能说哎呀队友牵制我可能要扛点压，反而容易扛压扛出事儿。这里就来木屋抓教授。教授这把是单飞轮的一个带法，这里先放一个窥视者。那木屋有点玩不太了了，捡交互又捡移速，翻来翻去，这波双重惊喜能上2个。那这个窗户的话，感觉就不太好去绕了。对，他可能是一会儿远程双重惊喜，用鳞片看能不能挡掉伤害，但是里面你还有个窥视者，我感觉还不如转走。哎，他是抵掉伤害了。是的。那这一波的操作已经是非常秀了，因为密码机现在已经是1台半左右。对。然后已经是规避掉第一波3个惊吓标记。魔术师直接扛。这里可以用魔术棒去卡位也行。对，差一个焰火舞台。飞轮好了，但是这波飞轮的时候魔术师扛到了。双人惊翅双重惊喜抽得很准。再给上一个干冰。那只能说再去等下一波的一个分身。而且魔术那台刚刚会稍微被干扰的比较久一点。对的。会慢一些。哦，最终击倒。能看出来梦幻小迷熟练度很高。其实第一波抵挡到的伤害那一波，他是想在绕场谢幕的过程中用焰火去封住技能，再用这个粘土去打伤害的，但求生者化解掉了。那就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救援，交个怀表。其实之前先交猛的时候都在搬大副，为什么？因为容易无伤救。对，你找不到人的位置，而你又没有办法在椅子面前博弈的时候短时间上3个色。上到2个，看能不能打到一下大副。打到了。哦呦，有鳞片直接被封住，不让交。那就化险为夷，硬拖时间了，到一个离椅子远一点的地方。后面木偶师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可以过来触发一下。是的，而且中场的密码机他们是选择2个求生者去合修一下。强，怕后面容易形成一个干扰的密码机。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小蝶修完中场那台之后再过来贴着。密码机然后赶紧把魔术的第1台让大副去补，魔术再起1台新机。对。小蝶想卡一下状态，想绕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一波绕是有点危险，已经2阶了，而且绕的会稍微有点远。对，身躯现在很开，可以连续的拿伤害。绕场千步给到1刀，再交，那还行，只要能交出来应该能扯。是的。圈还是打双倒开出来的，但是给了一波双倒，而且小果冻这波下来之后几乎是牵制不动了。这里还有一个飞轮的说法，直接先交。等下一个双重惊喜，短板应该是比较难拿，直接击倒的。封住技能，一个骗了一下鳞片，还是被击倒了。那挂飞减员以后，最后2台密码机也挺多进度了，但现在还是得想办法补一下状态。那边已经在调整了。用双重惊喜定到了位置。那魔术还是可以继续去修刚刚自己起的第2台。看到了小明，那怀表得交了。小米感觉在等窥视者3个以后，想办法去再守一下遗产。对，但遗产现在的话，他们需要去跑图，
才能去补到那台密码机。得想办法多修了吧，我觉得。肯定先让魔术师把3把那台修开之后再跑图。等这个小明的怀表已经摇不到了，再把小明击倒。看起来小明这边还是拖了挺久的。对。那边是已经修上200一双了，但是梦幻小明这边是选择这个移形有点短吧？那你现在再赶过去的话，来不及呀。牧师完全可以直接亮的，直接开就好了。他们那边都有回光返照。大副甚至倒在门口直接点门。小蝶这波满状态有没有可能冲大门搞个3跑啊？没有挽留的，博弈是砸了一个头，慢慢往大门挪吧，大门是稳开的。看一下，现在487是已经过去了，他还让身位了。梦幻小迷怕这里是地窖，看了一眼487准备过来扛这个上色。对，而且那边小明给到一下魔术棒挡住，继续上，想用诗句挡，再给一下。大副都出来扛了，放了个香水在里面，然后出来了。哦呦，直接是完成了一波3跑。歌剧，回头打歌剧，那就终点战舰。歌剧的话就比较偏平一些，但是有点不太好去争多。是，而且是前期追击，千万伤，因为太伤了，回速冷却太久了，现在是20多秒。这你没有办法去搏板了呀。哦，先回一波的话，那你一会儿搏板怎么办呢？这里是让终点站找一下487，这把是双弹的哦。感觉他们也是在人格加点上面再去防范了一波嘛。对，前期怎么说？这波得交层云了，还是先进板？先进板能交弹，身躯很近，过板刀。但这的话其实要交了。那刚刚的影子也是消掉了。然后再绕一波站台，再绕一波，回速。但487那边其实是有防到的，所以相对来说身位也并没有说拉得特别近，而且这里你落地之后，感觉487是有一个进板的机会的。对，下个板绕一下，这波云哇又好了，这板子拍过了，他直接飞站台。也交过的情况下，这一波只能硬追啊！你又不太能移形开刀，移形开刀你后面就很难受了。对。这左边的话还有板子可以搏一下啊！一个片红光拿到第1刀，但是可以绕一下2板一窗。这个地方移形的话，感觉收益不是特别高，交互点太多了。能进板，过板被砸了，带来一个板弹，有回速架一下吗？回速预判到了，但是这个位置反应很快，还是拿到刀了。对。那1分30秒的一个上移节奏，我觉得求生者保平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其实也是差不多2台半左右吧。气象也没2次牵制能力了，也没有 OB 位，所以说这把梦幻小迷就看一下，如果他想3抓，得接下来每一波手椅拿到节奏，同时还有一波续2次节奏的能力。救援应该也不会太会给机会。这把求生者的话是一直在破译终点的3连，不太给你去守连击的一个机会。对，一个换过来稳定救。只能继续抓487，他可能会往对面去倒，这波倒过桥就行了。倒在这个河边，然后挂了很久的那个箱子那个位置，就直接拐右，对，然后倒到最墙边。这把梦幻小迷真的挺丝滑的玩的，感觉对昨天的一个状态是有所调整了。对，而且就像直接说的，刚经历一把失利，然后这个调整能力还是我的可圈可点的。挂鬼屋，小果冻已经埋伏好，准备救援了。再套一个化险为夷，2台残机应该都能亮，最后差1台，可能还得有个人修亮以后再去修一下。然后果冻在这边半场准备兴起嘛，感觉他是可以卡着过来压满，先去把这个化险为夷开出来。肯定要救的。开完之后再去破密码机。对。一个背包过来。哎，这波走一快，这可卡不住哦，但是能卡隐喻。对，哎，他能够去把这个小果冻给他保下来，不让你追着双倒。那小果冻可以先修一会儿鬼板，等队友被挂飞以后自己再防一下，或者干脆就不防了，因为佣兵那边
一会儿修亮以后也能救援。终点好像也起了一台。如果得走最后1秒是选择翻下去的话，那队友肯定是要走的。是。直接去卡起点的一个站台吧，就看一下梦幻小迷接下来要怎么去续节奏。想去起点找果冻，果冻这里有过山车可以运用一下，没有直接玩。哎，这里选择那有点难上车了。这里得砸个头才有机会。我差点抽刀，没抽到，传送去守最后一台。但这边是2个板子都已经拍过了，所以你过来他直接弹走了。小蝶现在其实道具也比较多，赌一下路自己也能弹开。回速怎么说呢？回到那边板区，但是他还是2个板子下过啊，又翻回去了。得踩。现在就是看果冻自己终点应该是鬼板那边起一台新的，然后小明这里疯狂的摸箱子，哎，弹到脸上，梦幻小明吓一跳，这叶都断了，吓一大跳。但是还是平地拿到这一刀嘛。对。哎呦，一个薄板子，再来一个板弹，但应该也很难是下过的，还能再绕一下。对，即使这样也很难牵制到新的一台密码机压好，因为气囊都已经交在外面了。这个短板再搏一下，难道说真能牵制到吗？还差30左右，差30秒。选择往上面走的话，那就牵制不到了。对，倒角落里挂着9点，能进板吗？进不了，但也牵了，很合格了。5分多钟，小明已经来到近点，后面传送也是能拖好的。他在拖传送，甚至还想气球刀。开门战的时候应该是主要针对这个火灾调查员，但是打了佣兵回乡以后捡了护味儿，所以还是想要去找一下佣兵。但佣兵的话，只是一刀亮2个护腕，还是比较能牵制的。不着急亮，让小蝶再往起点去跑一跑。而且得找小明有一个弹点才行。绕回来去点终点了。这也可以接弹。博弈。很惊险，他的一个弹点其实是非常好的，是，就他选择的一个弹点。但这把我说实话是有风险的，他把小明击倒以后能传小蝶，这把有多抓面。这刀没打到，看一下他有没有刚刚报幕看到小蝶的位置？难道说要传起点？一看这方向就起点去了，传了一个起点。那就成都狼队成功抓住了小迷的这种心态吧，心理吧。最终是一个平局。平局的话，其实对于成都狼队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可以接受了，因为难的，会比较偏向于平局面的一个阵容。喧嚣，可以说你真的牵制出来一个上限。对，宠爱的喧嚣双重惊喜也很准的，远程双重惊喜也准。对。其实宠爱的话，它确实在前几手角色，就是这些新登场的角色嘛，熟练度会比较偏高。所以你看，他们直接是把宠爱的这个歌剧给他尊重掉了。对。那这一波直接找心理去了，因为现在宠爱他可以接受平局，他可以接受的，他不是说必须3抓去结束比赛，他没必要去起点啊，他去起点飞行家，然后飞着，然后坐个车，然后古董商过来扫2棍，心理在那里。看一下，宠爱是直接往终点陈某人的心理那边去了。前拉点呢，前期更多是双重惊喜的一个抽奖。是的，但这里是直接上到了一个干冰舞台的惊吓标记。对，第2下没上到，先把你这个板子给他踩了。2次双重惊喜只上到1个标记，求生者还小赚。亚狩猎本能还是比较好去卡这个双重惊喜的他肯定不会玩转台，因为他心理嘛，只能说直接走了转板区。这波再骗一个双重惊喜吗？但是上到一个焰火舞台了。哇，不是，也直接给到1刀。那这样应急提前触发，如果这波躲到双重惊喜，我觉得能溜很久，因为他的应急触发的越晚，他后面越有优势嘛。而且现在飞轮已经是好了嘛，看有没有机会再操作一下。是，但是前面那块长板是已经被踩掉了，所以这里直接先上一下。喧嚣就很厉害了，这里可以再加一个。板上，空中飞人要跟吗？
来一下没有交飞轮，应急结束，被架死了。这里的话，空中飞人回身还能再来一下。啊，那绕上仙木，那倒了，直接击倒了。击倒的一个速度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对。但是你得从外围调人过来去救人。应该就是让南救呗。有护二也。白纸过来了。哦，白纸过来，对面调人过来，那就是哦，他们有点想追胜哦。而且他们想让佣兵把手上这一台先修开，因为你不担心起点的那台密码机嘛。那古董上这把只能修了，他已经被锁死了。后面白纸救了人以后，他会这边半场修一台，骗到空刀飞轮抵到一波伤害，赶紧回头找陈某人。陈某人就是往对面倒了，或者就是说二倒佣兵再救完以后，然后古董商过来，古董商已经在修新的一台了，飞行侠那台也得补。那现在可能暂时没时间过来管他。就再套一个化险为夷往鬼屋方向倒嘛，但是这里被牵回去了。白纸在这边狮子龙修了一台新的，要被干扰。也是挂上了，而且南那边他因为当时觉得你可能倒鬼屋嘛，所以他是从那边过来的，因为他绕了一圈，觉得说你要挂那一个半场。对。那飞行家这里其实可以适当扛一下压修，毕竟也是满状态，刚刚无伤了一波，直接扯。但这里想摊一下佣兵的状态，还想摊双倒，摊双倒感觉有点够呛，还是先回去找心理吧。那这一波应该是要卖心理了，先保平吧。毕竟密码机虽然进度很多，但是需要跑图去补，而且留了飞行家的第一台遗产要补。对，应该是鬼屋那台最难修了，太远了。给到一下，那就差一个飞轮到一波，但是又被上了2个标记，最后一个恐惧震慑。狮子应该能亮，那台应该是管不到了。其实他能管的只有说鬼屋的那台。这里交一波移形，求生者是压好机子，故意把他骗过去。是的。那这样的话，开门战就没有移形，很难争多了。不过飞行家那边是没有手回光返照，差不多这个密码机就可以开掉了。这承载已经修了一整台机，然后贴门了，那大概率有地窖，看有没有操作空间。求生者这一把是有追多跑面，但是宠爱是没有任何的追多抓面了。是的。标记没上到哎。这里还有一个飞轮博弈的说法。佣兵应该是交互弯去点门了，最后一下干冰怎么说一直烧着交不出来。那再把白纸那边一挂，但起点门你已经是管不到了。那就是一个平局收场。在的。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拿个使徒，也还真不一定好打。使徒其实还行啊。小说家能保啊。但你现在打个歌剧的话，其实我比较怎么说呢？这2个阵容两边的阵营都我觉得保个平没问题，因为现在反正有优势嘛。看一下中场的空气小丑，墓地外面是病患，还有幸运儿，独栋的一个小说家。那小说家这把大概率不会进入追击，就看后面来保队友的时候发挥怎么样了。以一个监管角度来说，好，看一下夜雨是先往中场那边去靠一下，然后再拐弯，但是想回去。骗那个红蝶河的人去破译，但是求生者这里有意识的呀，很好爆点的呀。而且白纸那边是看到了，看到你回头没过来了，所以他直接一爆，陈某人那边也回头了。对，歌剧他唯一亏的就在于不像跛脚羊，他就前期他攒不了东西。该什么时候真正有博弈，什么时候就是起追点。前期的话，其实白纸跟陈某人的一个拉点都是拉得比较开的，只有2个人在破译。上2楼，再反绕嘛，这波还是绕到了点的。是的，这波其实绕的还是蛮多的。手电筒哎，翻到脸上，但是卡脚了。但这里的话已经是难受，难受，就绕轨道了，开始。对，你这没办法的呀。技能被锁了，那能咋办呢？这个手电筒能牵制1分钟左右。这前面还有个估计小丑啊，被照晕了，再进一波板区。
这个点位的话，就算他吃刀了一个受伤加速过去找假门的估计小丑也挺好的。挺好的，闪现开刀，闪现空了，幸好没飞轮。那给到第一刀，两个板子一起下，绕外侧，又来了空地，还能一会儿牵制着进墓碑里。对，这个地方的话，还能直接翻那个长窗，而且你闪现已经是交过的情况之下，感觉还能绕10000年。 有点掉入斗武陷阱了。来了，一拐出来就是手电。端隐月想拿刀，刀空了，但应该封不住技能，这一波能拿刀。那密码机也3台了，对，3台多了。而且有回光返照，这有没有回光返照很关键，因为后面的话，歌剧想保平这可以针对没回光返照的人，但是有回光返照你针对不了。小周家还没出马呢。 外面3个人都有化险为夷，挂谁脸上谁救就行了。是的，其实这一波的节奏已经是套2个化险为机子够了，就不太需要远端的承载过来。一会儿可能套个化险为夷，白纸就直接往墓碑里面摸箱子去了。他可以倒在墓碑，只要不倒地下室，一摸箱子给开门战再摸个道具出来，往脸上冲，对，然后摸箱子去了，然后直接过去，就拼命的打呀，拼命的打。对，但是感觉还是能够翻出来的呀。不许摸。 我继续，拿完刀再来一下。我不管，我就摸。哎，毒条毒完了，摸了个护腕。啊，摸了个护腕，拦不住啊！密码机最后差半台，化险为夷是完全够的，有回光返照，甚至我觉得这把是有4泡面的。你那个双11的板子没处理，一会儿墓碑翻出去往那双11靠，地窖就在甲门。 而且还有个估计小丑嘛，对，因为小丑加小说家现在是能够去争上线的。哎，怎么都过来了？不应该有个人贴门去吗？陈仔说开门战我也得砸你一下，想办法。这样就给到一定平局面了，我觉得是。对，这的话也是估计小丑这边帮了一下，一个火箭炸一下，可以人肉封窗，人肉封。一个换位，哎，配合好，你们沟通也这个窗也没抢到。但凡有一个封窗，我觉得够了，这个输液就留着呗。对呀，能量，等吃到量吧。对，问题倒也不是很大。能3跑就行。一个震慑开，倒到对面半场去，贴着是近点门。是的，这有个护腕甲门的地窖，但是有个闪现。直接击倒，那至少能稳稳的淘汰。另一边有火箭在门口，那应该也是没什么机会了，门点的很快。3跑局。 管不住了，已经。对，就你挂上了之后，再过去也来不及了。是。那也是让斗武在第3局的上半回合先来了一个3跑。对啊，提醒其实我个人觉得是现在稍微比赛上能拿一拿了。我觉得其实排位里面表现比之前好了很多。好很多了，就看吧，假以时日呢。说不定什么时候给我们来一个惊喜。路头也有一定。 墓碑那就是窗口先放个夹，以后你们都别来墓碑。对，但是这个点的话，肯定是2个人都直接往外面跑，都不会进墓碑了。他一爆点，其实你如果往外赶的话，你都不一定能够绕回去。对。看一下这里封个夹，然后再去追人。是的，而且你这个放夹的话，其实小明那边肯定也是直接爆的嘛。那你一爆点的话，大家都知道了，可以默认有个夹。对，可以默认。 4把机往回绕了，但中场的话，其实你像小蝶，他已经直接往独洞那边去了，都在规避，想藏一下红光，准备抓独洞的，踩个板先，这里也是先落地夹，反绕到了，哎。 直接见面先来一枪，对。但其实是兴奋的话，这一波是有刀的。移形开刀。右边的话是有一个夹的，所以这里板子踩过的情况之下，先拿了一刀。这一刀，那钩子还在，构成秒人的一个条件了。看一下，中场来接一接，过来了。 但是这个2瓶香水看来是有点飞了，没有人会在前期把自己变成调香师的。
那现在的话，其实小蝶就只有一个飞轮了。那你前期的话，这个牵制还是想让队友过来帮，那密码机会稍微慢一点。火球没扣到，勾到了飞轮，飞轮赶紧还能进板。那487又过来了。这波是直接前期开始保人战术，一人下一个板，环太平洋准备招人啊。这的话还能再帮。哦呦，这2个板子都下了，就只能先翻过去。主要他现在勾了487，拿一刀以后他只能换抓呀，空军就跑远了。而487现在道具又比空军多，飞轮也还在，是的，但是再去抓空军，你下个勾可能得赶路。现在小蝶拉的其实有点远，看看一下这个长板，下个板又能兜一圈，还在绕光，就已经3台多了呀。后面只要487一直修机，他这波半不半状态没什么区别。是的，哎，又来了，又来幸运儿。又来啊！这波往左走了一个身位，其实你当时就把幸运儿当一个盾就行了。是啊，因为幸运儿那边其实是放了一个香水，然后去帮卡板了，有点。对。但是有一点点小失误吧，不过问题也不是很大，因为密码机这把是能跟上的。够了，而且空军自己有一个座椅嘛，所以说能在椅子上坚持的时间比其他角色还多一点。后面幸运儿只要正常修机，我觉得甚至不需要去摸枪了。我觉得他现在是破译为主吧。嗯，掏个化险为夷，把2台遗产补亮，最后守墓人再去补1台。这波不能震慑，哦，震慑了，救不下来，2个震慑。这何尝不是一种言出法不遂呢？这个2S2，对，这个。说实话，对于成都狼队来说，目前的这个优势比分有点不太能接受，所以他们选择幸运儿先去翻个箱再说，然后再压满过来，这次总有枪了。但底牌是能切的，怎么说？直接先交违禁。底牌切了，直接勾回来不就？他可能比较喜欢移形嘛，也用了3把了。也是。切什么？不是说好了喜欢移形吗？假的，打到幸运儿。喜欢了，就是这么善变的路，再勾回来，还是要先找小蝶。这个小蝶他想着说，我先不放跑了。必须捡元先。对，但487又来了。你怎么打出一种要保平的感觉呢？其实你要追胜，你刚刚就得切兴奋呀。但是还有机会，因为他现在全残了。好，终于打到了空军，这一波换到状态了，但是还能再追一下487。飞轮，哎呦，这个球也打到了。幸运儿再去摸个针，摸个娃，他好忙啊，2个香水，1把枪，还要再来。你就这么想，他已经摸了2瓶香水了，肯定就是歪过，所以说后面应该就比较准了，是吧？人不可能一直飞。守恒啊，好针 ，OK， 先把自己扎了再说。是，而且那边也是切过底牌了嘛，切出闪现。对，哎，这2个板子现在也赶下过的，太过去硬赶吗？先封门，给开门战做铺垫，你这赶过去是何意啊？你直接手椅其实就能有机会3抓了，你赶过去一会儿1辆平了。哦，先走。密码机还差一些，所以选择让小明那边下铲先走。但你这个追勾出来守墓人还是有抓不了呀，后面你求生者补好状态，杂技直接多修1台，你抓了守墓人有人救就行啊。而且他们这个状态可以先自己调幸运儿的那个，然后另一个不太着急，让小明那边先去拖时间。感觉小果冻可以再来一个箱子了。有人去压机了，再回头拖闪现，摸了一个玩偶啊，开门战有个娃贴门了。还能去门口拆个甲啥的，但是一爆点说那边没有深追，应该是回墓地了，他们也都回头了。那现在更不着急了呀，我调状态去了。很多运营空间这把就大概率保平，就像直姐说的，你现在来说，你不如切的是移形，你开门战还有机会去管门。就是但这里远距离是勾到了，哎。而且现在密码机也暂时还没贴上，那回到原来的一个感觉，但是多了个屁股，因为他刚刚是挂过了嘛，而且多了个娃娃，但是2个板子全程都没踩过，多了个娃娃，
这才是最致命的。娃娃点门，我现在娃娃就直接放门上就行了。对。一会儿487只要飞轮交的没问题，能跳出来球，开门战你还秒不了。救下来，还想针对。一个火球可以封路，娃娃点门了。所以他想要去换管一下小抓果冻。冻，这勾到了，到了，能抓，骗飞轮。小明没道具，这波得往中场挂。而且他得去想想，你怎么选左右，因为他们肯定是487左边，然后小明右边这么来卡的。对，因为小明刚刚是已知从墓地里面出来的嘛。是，其实卡人的话更适合487，毕竟有位移能力，他去找守墓人这个是合意啊，梦幻小迷。要不改个 ID 吧？这个最后是完成了一个平局，那也是恭喜成都狼队获得比赛最终的胜利。虽然没有净胜啊，但是。然后再加上的话，现在其实求生对于你双重惊喜的一个位置预判跟这个读秒的一个计算，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牵制起来的。对，现在大家都开始无伤救了。是，然后你但凡想摊一下救人位的状态，那剩下那个人就更可以26你了。刚才不就有例子吗？无伤救完之后再飞轮躲个球，这直接难受的都不行了。所以感觉还是大家应对喧嚣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了，导致喧嚣本就。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直接去终点方向找到花瓷啊。花瓷的话呢，也是做好了牵制的准备了，毕竟木偶师也是属于不怕喧嚣那一挂的啊。那前期的话，确实你看走位的话，已经把这个双重惊喜的上球完全给规避掉了。对，0重惊喜啊，这一波是。是的，那这样身距的话也没有破镜很多。对于真正来讲，还要再等一下下一波的技能，以及贴近身位的话，你还要跟木偶师去博弈。对的。好，前面的话这边又躲掉，没有上吊，给到了。那这边就是单重惊喜。那照到这个等差数列的形式来说，下一波应该是2个球都能上。来看一下，其实密码机的一个速度会比较快，而且你一层一层的拿的话，其实花瓷它本身就是一个吃多刀型的一个角色。对，不过没事，近身了。近身的话，喧嚣会迎来属于自己一波爆发期啊。红球，哎呀，没上到双色球。是，前面的话是提前摇路易了。对，摇路易的话，看这个土球是不是要省下，先续一下这个身上球的 CD。这是最后一刻还是打到路易身上了，难受。再上一颗白球，而花瓷这边交出一个反弹射，在原点再绕一圈，前面准备翻窗。这边路易是没摁出来啊，因为刚才技能也被封锁到了。对，有意识的拿这个焰火去封到你的位置。对，就是喧嚣的话，前期节奏可能会很差，但是它是一个成长型的监管者，后期的话追击的速度就会突然快起来。主要还是开启一阶之后啊。对，还是依赖张狂。这边预判错了位置。不过好在他的弹射也没有好，前面把双重惊喜分身拉回来，直接击到了花瓷。1分37秒，对于喧嚣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成绩。这张地图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所以球者去洗新机或者说去补密码机的路途也有比较遥远。这一局，如果没有2636的情况之下，真真就淘汰第一个人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得看一下后面的一波救援。如果说像木偶师这种角色是没有化险为的情况，他是很有机会去26的。对。看一下这里是个无伤救。对，然后想追9人位的状态。那这样的话，花瓷他呢就有机会先拉远，多出时间了。躲进墙里了。坏了，无伤救了，只能移形过去追花瓷。这样的话也是把技能给交出来了。对，主要你移形虽然过来，但是双重惊喜没了。这边如果说木偶师，还吃了一个延迟砸板，是感觉好像这个板已经下完了。感觉木偶师应该可以变身了。是的，已经开始他的26了，对吧？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关键是啥也没得到呀，肯定救人位的状态，救人位状态没达到，然后自己这边技能也交出去了。是的，哎呀，这个双重惊喜又空了。对，花瓷已经牵制了100秒啊，那这边的话只能再去等，还在用走位去躲。花瓷这一波的话非常努力，而且考虑到花瓷他有回光返照，下一波奈奈过来救援，先来一个套着荣誉共鸣的化险为夷，是吧？然后再帮忙猜一猜。是吧？喧嚣要干什么呢？真的好难猜啊，真的挺难猜的，是吧？这边提前猜出了奈奈她的一个位置呢，直接开始。技能猜对了，下面的话是平 A， 但是真人9这边选择敌不动我不动，直接扯，把荣誉共鸣留一下。无伤救，还是想打一下骑士的状态。
最后一台密码机也是刚刚摸到，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张地图比较大。问题啊。对，大图的问题显在这儿了。那这边是猜的有点慢，两波都猜错了。2个平，哎，那这样的话还是很难活出来。反而这一波莫师是没活到这个怎么说呢？化险为夷结束，对吧？奈奈确实前期的话，猜的时机还是比较难把握，因为喧嚣的技能它可以做到瞬发，对吧？我的这一手双重惊喜呢，可以短按释放，这样的话我没有前摇，导致我放出来以后你才猜到这个技能或者怎么样的，就封不住了。有一个时间差。密码机其实差的不是特别多了，传送的话其实还有时间。飞轮也交出来了，那这样击倒的话，直接选择传送。这边求生是有提前拉开，小迪是已经在车站上去等着了。对，而星河的话已经跑得离奈奈更近一些了，看要不要在终点方向起一个先机啊？对，因为小迪这边的话，其实短时间内还是可以撑一会儿的，不太会说被你瞬秒，因为他的一个身位拉的是很开的。没错，上来之后翻下来，想来一个飞轮，哇，飞轮躲掉了，也非常漂亮的一波操作。是，但是这边追着打也没什么办法。另外一边的话是省掉了奈奈她的一个自愈啊，对，因为就在附近修嘛，帮忙一下。可能小迪要倒在起点这边，起点这台密码机就放弃，然后选择修3站。啊，还在走位躲双惊喜，但是白球马上哇一个回身刀打到了白球的区域里。但是我们看到星河已经从终点半场又跑到了鬼屋。是的。在2站下挂到这把椅子的话，其实用空中飞人的话呢，也是可以干扰到3站的密码机的。那边起点站的密码机会更多嘛？这里只要是能把人给扯下来的话，奈奈她也不是一个上过挂的状态啊，她刚刚是只是倒地。但奈奈的话，她主要开门战没有回光返照，这个事情确实是，哇，直接叫平 A， 哇，再过来，奈奈是一共6次猜对了1次啊。确实挺难猜的，对吧？真不是反话，是挺难猜的。而且这边也没办法，你一定要先去把道具给交完啊，不然的话，从鬼屋再跑到2站救人也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你撑不住，真真他直接回去。挂得太靠近终点的话，看这波传送应该是要省了，然后想打星河的一个拦截，但是的话，在土里的守墓人很难拦得住啊。不过他下的是一个残铲啊。是。哇哦。真的拦不住吗？感觉快拦住了。有点要拦住了已经。没擦刀，但是啊，牵起来了。密码机也没够啊，刚刚。才96的一个进度。那是不是可以再周旋一下呢？对于星河来讲。就往后再撤。就是且战且退。对，就是迂回的往前拉，就是那种冲的感觉，好像密码机压好了似的。对，我也觉得好像密码机是压好了，我以为是量慢了，没想到是救早了。还是不太够。对，哎，这2波是看清楚没看清楚这个仙人指路了？应该还是大概知道你的位。首先你亮密码机，你就是在起点站嘛。然后看了一下没点门，没去鬼板的话，你没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走了。过来应该是看到小迪了，小迪过来想找地窖的位置啊。但应该也没太有机会啊，因为你毕竟那个人的话是一个1挂，你要等完他整个的淘汰进度加动。没错，想了想还不如救一下。是。还在骗，就差一颗土球。哇，小迪这个走位还在扭，实在没办法。啊！那这样的话，真真9第1局上半回合上来完成了一个4抓啊。也确实，因为一开始的话，我们看到旋传喧嚣，可能觉得相较于跛脚羊来讲，他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多抓甚至4抓。选不选歌剧跟你玩不玩入殓师也没有什么相关性啊。主要是入殓它克所有的一个监管，就是你就算有位移，我至少耗你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对，就并不会因为歌剧演员在追入殓的时候就能更快的追到，因为本来也留不了多久。对吧？但调香也是在你的冷却期间被迫要跟我搏1万1破的香。就调香的话，面对歌剧很难说第2瓶香水能够保证自己的状态。是的，第1个会比较稳。对，面对跛脚羊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看到其实他们在选点上也是觉得调香他在牵制上压力比较大。看一下，直接进入到鬼屋。这里木偶师的话是上到了2楼，因为本身他带的是一个单飞轮啊。是的。那这样一个回速回到1楼。木偶师牵制歌剧演员也是这边断影了，也是有克制关系的。基本上不会是一个秒倒，要把自己的路易至少交出来2次才被击倒，然后逼一个闪现是最理想的情况啊。前面的话交路易，然后把神具也一并交了，但是白鹿这边有个花里胡哨的，你交我就直接打，反正
单刀嘛，打着打着。看一下园丁的盾其实快消了，因为已经是局内40秒了啊。对，但是园丁这边的话呢，有车啊，其实也并不是很害怕。但这边提前留了影，过来，从鬼板再往回赶，但应该还是不能说我去打一个。对，不能立刻追上。对的。给到园丁那边很多的一个时间。对，感觉更多的是不是有点想调木偶师出来啊？但是木偶师的话已经去鬼屋了。狗狗的话，这个牵制思路还是要利用鬼板的板子，飞轮补一下距离。但有点进不去板。是的。其实刚刚不回头的话，感觉有机会往前进一下啊。他刚回头有点是想什么呢？想把白鹿的这种。但是这边闪现打盾了。然后狗狗是提前开始续的。对，那白鹿的话确实离他是有一点距离，就算用闪现补，还是能让他把盾给续出来。对。这边非常漂亮的一波预判啊！园丁用盾预判闪现，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是，还是他续盾的一个时机会比较好。对。好，把这个回速给骗了。那这样的话还能再进板区。狗狗这个博弈是真的很秀啊！说句实话。感觉他的一个心态其实是完全没有慌乱的啊。那这边再去续一个。再起盾，6格卷源溜出来2个盾，真不容易啊。是。但是那发现如果说是没有办法进板嘛，那我就再倒的角里一点，因为其实密码机已经是比较多的一个进度了。是的啊，在开心的也是挥舞起了双手啊。这生命的尽头起舞啊，对，非常心态好。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不仅是他的它不只是他的这个唯一一次生命，是吧？队友可以给予他第2次、第3次生命。是的，那后面的话，他也同样还可以说再看能不能多去续几个盾出来。现在这个节奏对于白鹿来说非常不乐观了，前期的话被2位求生者联手牵制溜得太惨了。而且感觉这个园丁真的是很能做啊！你看他淘汰进度都不带动的，感觉没有在上涨。是的，好像有人一直在扯他一样。对。就他做的这半个状态，密码机都修了很多了。隐形的大手一直在摸园丁的这个椅子。是，这波的话，11还省了一个道具。那这样的话，其实后期他的一个道具会比较充裕一些。狗狗这边倒到一个难挂的位置，但是想去活到开门战还是比较费劲的，因为一方面他没有火光返照，另一方面密码机的节奏也不是很够。对，看来救他的人能，他先续个秒盾先嘛。哇！这个盾也太秒了吧！你以为他要出来了是吧？对，我觉得这个盾也太秒盾了。就是一念之间，可能就是先续出来了。我感觉他可能下椅子之后就是一个，就你马上1秒都不用的一个盾。你想去打针对的话，有可能会被他盾顶掉。对。看一下这里，星焰的话还是状态会比较健康。这边是交由2个人过来一起保一保，因为最后一台密码机是由救人为大副来修的啊，所以一起救一起保，再加上园丁没有火光返照。这里的话也不急，尽量拖满，因为密码机不太够啊。主要还是没有火光返照。击倒，是的，被救了，救下来，再扛一扛。有一个卡位卡他隐退的一个位置，哇，卡到了，真的很厉害！我的天呐，心焰，你简直是白鹿的瞄准镜，只不过没开盖啊。这样的话，其实密码机压好直接亮了，而且本身没有火光返照，我把盾一交啊，这边2块板一下。这可惜就可惜在没有看到刚才那个盾到底是什么时候瞬间升起的。感觉是很震撼的一个视觉效果。包括说这边还能牵制啊，有飞轮，天呐，不敢直接进，怕回头砸。那这边回速也交了，但是恐惧震慑了。是，而且你这边还要挂人，挂上就3了。对，挂就3，但是不挂它有自愈，而且2边门起得很快。对，2边门都在点。你如果那边处理久一点的话，这边同样也能走门。心焰好像不太能走。那看一下他知不知道地窖的一个位置啊？感觉白鹿得准备，爆乌鸦了。那地窖的话应该是在活木嘛，还是会比较远啊。刚才第一时间回速是有冷却的，但是好像也能回过去啊。但是硬追好像也能追上。是，感觉可以追上啊。你这边得先，就算飞轮得先让他空一刀。对，心焰说我不信你一次不断，白鹿说我给你看看。就是没断。没什么办法，那这样的话保住了平局啊。那我觉得，我进去之后呢，对吧？我能打出来效果，那你也没话说。没错，到了第2局又选出一套这样的阵容，就好像是拿了一个狼牙棒，是吧？这个有一些刺儿支棱出来，也有一些弱点暴露出来，但是整体来讲，就是总给人一种攻守均衡，但是又踉踉跄跄的感觉，偏向于一个。可能这是他们平时训练打真的时候给到对面比较大均衡嘛？对。给对面压力比较大的阵容，对，很难评价。是因为每个求生队伍确实风格不一样。看面相应该挺厉害的，对吧？选都选出来了，都选出来了，对吧？那这边的话选点是
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这边想直接拦住上2楼的飞行家，经验，对，飞行家这边也是没有吃到这个双城惊喜的任何一个球。而且狗狗的话已经苟起来了，他是直接在那边蹲下。对，狗狗的话好像也并不会成为白鹿的目标啊，感觉在大房里追击还是挺费劲的。但我觉得他的目标总不能是佣兵吧？就这边万一呢？是，感觉有可能会觉得我只是逼一逼，那你大房的人觉得要追飞行家了，把这个点给让出来。对啊，跑到200一窗了。看看11这边会不会松懈，但是11这个赛季要知道他的牵制数据是有排名的呀。对的，这边就很恐怖的这个事情。很稳健的一个护腕，那这样其实这个双城惊喜不太容易命中啊，因为感觉白鹿这意思是要硬追，想闷掉一个化险为夷。哇，11这个护腕很诡异啊。但是很有效果啊！对，你要说你自己的路线不太寻常，那监管这边其实也是有点捉摸不透的啊。但是身上只有1个球，极限弹出去了，但是还是吃到了这个毒球，是再来一个白球衔接。前面的话双重惊喜，还有一重双球吗？不是，单色球。对，因为本体刚刚是没有上到这样的一个焰火标记的。对，翻过来，翻回去一个慢翻，因为你正好也是一个双城惊喜的 CD 时间啊。考虑到佣兵还有一个小搏命啊，感觉这一局的牵制奔着要2分钟去了。是，那这边你还要等的，你不打他的话就等。对，等，然后还要挂上3台机是有的，因为你追佣兵就意味着囚徒、飞行家、入殓师这仨人在外面修，他们仨修的还都挺快，都非常快，对吧？你看囚徒有自己的一个连电加速，飞行家有自己一个调优，入殓师有灵柩是吧？对，而且他刚刚过来是看了一眼佣兵的，很明显是在看佣兵的位置。那这里如果救下来佣兵直接往大房或者200一窗倒的话，再把灵柩放到小木屋，那就是个很极限的位置了。对对对。心燕过来这波救援有化险为夷，而且想吞掉化险为夷确实吞了一个，但是外面还有一个，看这波救援能不能追一个双倒啊？如果追双倒的话，可能还有机会。但直接交了高喷，差一点点啊！但是还要追。但是你这样的话会不会玩成单倒了？就是佣兵不要了，佣兵没了，佣兵反而活了。对，因为确实有点追不太了了。你空中飞人都交给飞行家了吗？是的。要给飞行家画吗？见过吗？没见过。见过吧？刚刚经过了他。经过了，但是也没来得及。但也不着急，看一下他们怎么样去选。这一波其实可以先让。这边通过啥道具呢？位移道具比较有用啊。要真的话。真也行，因为他现在自己把自己的状态给调出来。真的话没时间呀，很忙啊。这波让别人先救呢？看一下脸上。还是打算自己来救啊？啊，11。那我觉得。伊森可能要不要给点压力，还是说他们打算压满？这边的话，你可能得给压力，得给压力。但是他在这修机也是给压力了。是的。直接打白鹿过来，再打。但是这边没有上到，飞轮清掉了，而且那边人都已经扯下来，佣兵没有掉任何状态，还没过半。是关键的是，又能摸道具了。这一波确实伊森传送关键啊！是的，传送过来找了全场唯一满状态。对，而且你这个电是没踩呀，感觉要被电了。哎呀，好麻。后面队友好像还是可以帮忙，包括说这个进度也不是特别多，他们也可以完全不要这台了。是给到那边佣兵跟飞险加一个调整状态的时间。开始绕树加一个强电流，想用分身打一下。但烟火一直没有上到。给到一下。但是有一个双重惊喜的真空期，还是暂时终结不了狗狗，而且就算终结掉了，在这里也没关系啊。对啊，就外面机子已经入殓师在兴起，然后飞行家跟佣兵也在摸状态，还在走位。是的。而且这个人他其实不是上挂飞的话，没有回光返照，也影响不是特别大。对，就我即使开门战又再次倒了，然后再被你挂上，也是一个可以拉扯的空间。对，这波救下来就已经压好了，求生者这边还有很充裕的一个贴门时间，你这边的传送开门战是拖不好的。对，到直接扯，找机会就可以亮了，不要给他拖这个传送时间嘛。亮了，击倒囚徒，但是佣兵依然是一个满状态，如果挂的话，是不是可以再秒救一波？走了，11这边走了。难道是判断到了技能是不够的？还真不够。他们应该有计算啊，从开始追求开始，这一局每个人你都是没有办法顺秒的。这把应该是个3炮了，留不住了。是的，直接冲进门里，这边没有挽留，留不住这个人。打一刀佣兵也没事，打一刀佣兵也没关系，完成3跑。那这样的话，那我还不如是个调香。
对。不过真真9的话，歌剧演员目前也还没有赢过啊，没有赢过，但是他也不需要赢，平局就行了，平就可以。对，平局就好了。所以说打平局还是要找对突破口，前期比较弱的角色，幸运挑战一下病患。病患的话，你要保证钩爪不失误，在歌剧演员这种强大的追击压迫感的情况之下，还是挺难的。这一局我觉得天赋完全可以放弃底牌，封窗、挽留、带闪现，没人溜得动他。好，进入比赛画面啊，看一下直接是往中场走，还是拐弯去木屋或者大房呢？这意思应该是往集装箱去了。但这边的话是、奈奈的幸运儿了，不过真真9又回来了。对，真真9是觉得往这一侧走，回溯过来找到了小迪，哎呀，这边断影了。就我觉得他还是想找幸运儿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找幸运儿是不是应该往有箱子的地方照呢？这个幸运儿右拐的话，这个箱子离得也太远了吧？是的，这边耳鸣都没有啊。对，在找幸运儿。对，而且你这个耳鸣其实是2楼的气象在给它会一直卡着。你一抬头，卡脚的手感感觉不太对劲啊，要及时调整一下，对吧？那过来，现在不能再挑了，就只能就进去。又断了啊！这个上来找人给真真9这么大压力吗？可能还是因为你没找到嘛。对，找到了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对，进入正常的追击节奏，开始不紧张了，是吧？就怕找不到，不怕追不到啊！前面正常交出钩爪啊，可以看出花瓷的病患是老病患了啊，完全不紧张。面这个板子下不下博弈到了，闪现不行就先开呢。那这边的话不太敢翻啊，而且挡到了你要勾的一个前面位置啊。是的，卡住了病患。上大房2楼要被闪的，得看他有没有机会反勾。是的。对，勾到下面去了，这个勾点很不错啊。多拖了很长时间，你这样就短期没有闪现身位了。但前期的话，因为大家该躲的也都在躲嘛，所以密码机进度特别多，这边强风躲掉，而且过来打到了病患了。那你看这个击倒时间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这个击倒时间很够啊。密码机是只有前面的一个病患和救人位在修啊。是的，奈奈这边要不要派出自己的娃娃来呢？要不要来个娃娃？这局是需要他要枪呢，还是需要他要娃娃呢？看他这个礼包一会儿要拆什么？那小迪这边给刀了的话，其实对星河再去救。不过他可能后面可以去调一下状态。对，因为这波推开了之后，让他的残影离椅子近的那一部分消失了许多，导致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回到椅子。来，对，得扛一刀，没有扛到，得全白费。什么强风弱风啊，全白费了。现在。主要是的话，因为小迪他是带第2个化险为的人，如果他的气象瓶用来调状态的话，他就没有道具了。对，整体来说 ，M2C 今天打的有点乱啊，就是自乱阵脚了，有点。那这样挂到脚里的话，小迪这个化险为用不出来了，对，要不就让佣兵再救一波。星河过来，但是还不能卖呀，这个人还卖不得。但星河这边其实也救不太活，而且他被很靠远的一个位置卡住了。如果说他要过来的话，可能要道具。这波人要手刀挂飞的话，这平局及以上不是板上钉钉了吗？还是得来救啊，还是得来救，哪怕救不活，也要尽量救活。好，星河来了，想打针对。那星河的话实在逼急了，我就一直扯呗。而且这个对不一直扯吗？可能觉得血线比较极限。扛到了，有机会。对，花刺手里还有个钩子的，那边奈奈也过来了。是的。帮忙，大家都在帮忙，很努力，在照晕，还在控制这个进度，很细节。是的，花瓷的话已经转到了2楼楼梯上了，没错，已经进了大房。是的，这一波确实是大家都在努力的帮花瓷去牵制起来。这里的话，他在2楼拐角等了一下，没有进去。但是这个身距反而被拉近了，是，看来。主要真真他从里面走，对于花瓷来讲，他不太清楚位置了。对，对于外面队友来说，也有一个烟雾弹的效果。对，因为你总不能再一直跟着，主要还是密码机没有那么够。但是也可以，毕竟幸运儿嘛，闲着也是闲着。一个跟就可以了。这边抽到一刀，但是没关系，你敢踩板吗？踩板就晕。好像不踩板都晕了。是的，这一波陪跑的围绕大房做的非常到位。想用底牌，但是的话呢，也没有什么可切的，而且冷却也不够。而且关键他还是清楚病患那个位置的。30多密码机，而且花瓷它是有回光返照的，是可以撑住吗？技能要转好了。如果闪现的话还是很难的。不过这边奈奈又来了，先回溯过来，回溯一下，只剩10几的密码机了。哎，闪现打到了奈奈，那我
我觉得还是直接挂吧，因为确实不能再追了，不但能再追了。的话，应该是有很大概率要争3跑的。但这里好不了的话，有个地下室加上杏园，他没有回光返照。但是可以直接亮啊，用兵卡着就行了呀。对啊，直接亮好了。看一下能不能出去排到人，因为当时大家离的一个位置还比较近，而且密码机开的是很极限的。跟 M2C 赶时间还是差点意思 ，M2C 很会抢时间。这边的耳鸣是星河在卡，对，有耳鸣，但是不知道人在哪儿。对，那另外一侧门已经点到了。星河手里有一个护腕，真真九知道是谁，他知道肯定是星河。而且小迪是回去救了的，现在已经看到脚印了，砸关键板，而且不是换状态刀。是的，他还能救援了。小迪过去了，没错。星河这边把护腕交出来，自己不能倒。这边人，星河带远一点再救，很细节，但是没办了。给到星河一刀，那感觉那个门应该是要再给到，要不然跑出去了。对，这边佣兵应该不太好走啊，但问题是看一下你佣兵走直线，感觉也差点儿，也差点，确实是。主要现在这个小坚强的时间没那么久啊，关键是得看没那么坚强。你把佣兵挂了之后，真不着急啊，在地下室里边把自己武装一下，变成一个道具库啊。是，可惜摸了个针，但针的话也有用，有用。对的，对的。对。这局的话，看有没有机会争个4啊！挽留做过，佣兵有小搏命。对，这边的话，真真还有40来秒。哦，这个影月断了，严重影响排人。是。真9。其实他已经尽量把佣兵挂的离门远一点点了。这边好像能看到奈奈一个位置，但是可以救。对，这边把佣兵救了。其实现在如果想要平的话，可能要回去看能不能堵到。哇啊！赵晕。看能不能堵到那个气象学家，但你赵晕的话是把他技能也给封掉了。没错。所以说你现在只能去管一下杏园。不行就，传门的话也拦不住，只能管杏园，要不然要4跑的。你或者管杏园，挽留前打一刀。前面有地窖，再加弹射。怎么说挽留没了？给到。但是佣兵在摸箱子。给到一刀。能怎么说？能走吗？能走吗？说走就走。那这里好像拦不住了。拦不住了，前面冲。再冲，没有办法，手里没有毯子，完成4跑，6比3，他肯定是要奔着争夺打的。但你说这个阵容也不是见得很怕破轮嘛，就一个调酒师而已。而且我觉得这样对于 ACT 来讲是个好消息，我至少比打蜘蛛来讲，我容易多跑你一些。我觉得这个阵容我更怕蜘蛛，我个人肯定是更怕蜘蛛的。是的，因为你现在是要去争多嘛。一方面蜘蛛，所以小程选这个角色肯定是为了争这个角色的上限在。而且破轮是实打实的有一波调整，而且是一个加强。对，加强嘛，无论是夹子还是这个变身的冷却 CD， 是吧，都有加强，所以让破轮这个追击控场兼具的监管者的这个控场能力进一步提升，追击能力也有一部分提升。我个人也是挺期待的，看小程的这个破轮的熟练度，又隔一段时间没见了。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啊？而且他带了兴奋的话，其实要找一找古董商。对，找古董啊，找气象都可以追了，这都惹得起了。哦，1层4贼快。是的。前面这个夹子，看这个精准度啊，先飘起来，飘起来我变身嘛，对吧？我就变身嘛。把你的道具耗一耗，因为上次速度比较快。反正我1层刺拿不拿这刀，其实我也不是很有所谓。漂移，哇，一个甩尾直接拿到。那这边的话好像不太能走啊。哎，这个绕过夹子的。是的。哇，好高的云，好高的云。主要是你再交地云的话，可能这个地方是要倒啊，毕竟你身上是有刺的。夹子马上又冲好了，但是这边应该有飞轮，手里有没有了，飞轮直接冲夹，直接下。哎呀，兴奋的坏处就在这儿了。对，如果是闪的话就倒。如果是闪还没好，但是好了应该要倒。对，这边的话手里也没道具了。前面还是要看后面夹子。夹子，对。哦呦，平地被牵制有点久，不过前面应该平地能追上的。看这个板，哎呦，是的，那这个夹其实还是夹不中，还是夹不中的，就可以躲。我自己就给你绕这个点。 4夹都空啊。还要再等夹子。但是。不夹了，就又变身了。要不再试试能不能再多上个刺儿呢？但是往好处想，你不觉得小程他上刺儿的速度很快吗？是的，就是感觉好像有点持平了。对，我用来这个其实不用躲的哦。飞轮也没给到你这套，就我觉得对于球圣来讲，有点预判到他不是闪现了。
对吧？因为有那么多的闪现身位都没有交。确实。所以说刚刚滚筒上没有说过早的过来 OB 啊。看一下这波。兴奋亮，但其实星夜对有在防，他就是假装转世我要来了，其实他一直离这个人很远。对。那这个牵制时间其实已经蛮久的了，而且技能的话，星夜也是已经逼出来了。哎呀，这不开个一阶意思一下？可主要是守门人那边你开不开的也扎不着他。但是星夜没事，不开一阶也能扎到。确实，小程这个上刺的熟练度是挺高的。是现在在直接换追了。基本刚教你换追古董是吧？对呀，这样就是有点没事，这个，但是他这个近身夹子，他只要中了就可以。是的。主要可能你把他道具耗完之前不太给你夹的一个机会。没事，开了2击，对吧？悲观一下。是的。上车就走。对的。这边通缉到了11，但是他是个守墓人，所以说就没什么办法，对吧？下铲了。这个刺。我已经切插眼了。切插眼的话开始控场，但是这个人是在这个位置，是在什么位置呢？是在找的这个位置啊，但是就是不在这个小2楼。对，那还能跑远吗？无非就在唐人街里呗。但唐人街不是有点大吗？这是略大。对，我一直觉得唐人街应该有4个地窖，它属于这种中型度。多给你来点儿。对。现在还是少了一些。少了一些，我建议就加在中场这棵大树这儿。那这波绕的一个过程中，找到了狗狗，但是找狗狗有什么用呢？对呀，没挂住，他没被追过呀。有时候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要燃一下。也没有啊，你找到狗狗之前不是一直能看到11吗？对哦。也不是找不到人，主要还是你找不到挂过的。对，没事，从头开始。狗狗这时候不交酒很明智，因为交酒的话给互动回不上，还不如说留着，对吧？那这里倒个最后一台已经70了。这个的话没事，新燕这波救援，他满状态也不太能给到你机会吧？你不到什么机会啊？而且没事，回光反照都有是吧？对。这，那你辩论就扯嘛，对吧？我看你辩论我就扯，反正我还能拖一拖狗狗这边的。可以扯。是的。扯下来。行，那调酒身上打倒亮，点亮加喝酒，新燕的话直接溜走。而且追新燕他有棍有这个飞轮，你不好击倒，即使他身上有刺，只能现在先管一管狗狗了。对，狗狗这边好在是没地窖没2阶没好，先变身。那手里有个加速9，其实下一个夹也有机会躲，主要他现在应该能回上了。但没事，这边没地窖，小程也不用慌，先留住一个。是的。应该可以，没问题。主要2阶也好了，而且调酒师的飞轮没好。但是呢，队友可能会过来帮他。你这个夹子如果夹不到的话，就踩上了能扛到了。不能吧？没事，还有一夹。有变身冲到门口，没事，但是变回来。不是星燕，他其实有机关消，他有最后一消的，能变回来吗？能夹吗？谁？打一下。对，是 ACG 直接完成4跑的话，其实严管对吧？小丑打这个阵容也太累了吧，我感觉。他面具之下还有另一个我，也算是。也双人监管者。对。还是要保证动上了这个。还是要保证解说预测的一个准确性。是，对。但你要从能够留住人是吧？挺好。但你要从孩子开不开心的情况下，我觉得有时候孩子开心也挺重要的。但是他在备战间里刚祈祷给一次机会是吧？那开心。还是这个小鼻尬的一个时装。是的这个我们这个时装很多选手喜欢用对。感觉它比较小，然后可能看到的视野就会更开阔一些，容易做出判断。而且感觉看到他呀，那个钻头居然忍住没捡，心情很好啊。没事，还有一个钻头，又不是只有一个钻头。但它不是那个钻头了，这不一样。OK， 看来你打小丑还是比较执着的。就是这边一个抗阻，你看就跟没事人一样。是的，对吧？你交了一个道具又能怎么样呢？对吧？我这个抗阻具一装，我装完具冷却就剩1秒了，我直接拉出去。对吧？而且小丑的话，前期中场都不太敢有人去修这个板子直接下了。翻还在博弈吗？不博了。找星河。好骗，真酒。
这个是要没交球也可以交球进下一个板区，对把飞轮拖出来。主要你没有飞轮的话，在空地是不太好去。哦，这时候交球没事儿，有勘探员啊，但是飞轮怎么还往这个方向交啊？没事儿没事儿，奈奈这边还能帮一下。先把磁铁。但这边有个闪现。好。哎呦，磁铁还给控住了啊！没有拉断，拉断了。主要是其实这边只要倒地的话，就算让你晕几下，也不太影响他的节奏。这个击倒时间是很快的。确实挂不到底下，是挂着。但也没必要。小丑的话，其实在上面也比较方便他去管其他人。对。脸上就是勘探员，而且基本上勘探是不太会带这个化险为夷的。一般都是单飞轮或者双弹飞轮这样子。是。尽量压满去救一波，看一下。不过主要星河他刚刚把飞轮给交了，对，所以说可能后面的一个牵制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对，卡半，然后勘探员磁铁自保一下扔。那就先是一个吸，应该勘探员先不拉，是闪现过来不给你机会啊！没给机会，但是的话，前锋在楼上，其实这个人可以先挂。对。星河在楼上架住了，有点尬住。因为你除非要撞救，不然的话是不太好救的。半状态嘛，手里没有飞轮。星河这个位置属于是什么呢？进退两难，还是退一下。退了，我觉得退比进好。退一步又海阔天空。对，后面技资那么多，随便选一台修。就要被小 B 给他尬住。这边先让小迪过来。过来把板子下了，哎，捡个无限距啊，假装没跟你博弈。哦，这个飞轮，其实就是飞轮的话，应该要对冲嘛，对吧？对你往远的话，其实还是他被追上嘛。对，还是他聚的一个方向。直接喝酒。那这样的话，其实他也知道小迪这边他的一个飞轮交过了，手里有个弹射。再装一个无限推，感觉这一波勘探员，哇，好极限！是的，不过这个板没有了，所以飞轮躲一刀，但是抗阻距好了，下去可以拉锯。下面这个板子不太好拨。啊，这地方装个无限距，哦，装风翼了，装风翼。还是速度更快一点，你更难拨了，对吧？哦，没办法，确实太快了。其实这个地方能活这么久，已经实属不易了。对，然后这边的星河来了，英雄出现了，英雄倒了，但是没关系啊，没事儿，互为英雄。是的，你保我，我再保你。要不先走吧。但这边有个地下室，其实一直。没事儿吗？有点事儿。有点吧，还是。小说家努力一下吗？密码机马上就亮了，是吧？亮了，再来的话，前方是个半挂，可能会有点。小迪奇卡过来努力了，失一句。对，但是后面随便打谁都打到了小迪奇卡，但是没事儿，因为手里的话还有球，选择挂小迪。哎呀，真九真的是敢于换挂。是的，主要这是个一挂啊，而且密码机其实被拖的已经差不多了。感觉这一局的节奏，这个小丑在被九人们牵着鼻子走啊。但也有一些伏笔啊，毕竟星河那边是没有红光反照，而且他是个挂飞的状态。对，星河肯定是不敢来的，他要去贴门什么的。得小说家过来换位，而且小说家其实就在脸上。密码机已经不修了，那星河应该是去换位了。那还会有点远。那这里小迪也会过半，因为花瓷的话，毕竟是个地下室嘛，还是要等到密码机压好。对，加上看能不能帮小迪这边没有红光反照的点。那真九这个手椅子的位置很神秘啊。要是其他时装，感觉遮不住吧。但这边你就看不见他。确实。哇！现象闪现打落地，还在秀，开门战没技能，很痛苦。那你，但是也没回光反照呀。对，就有点差不多啊。但是主要是这把没回光反照的人太多了，打谁都行。小迪能走上去吧？这个位置有点难。哦呦，难受了。那这样把小迪挂飞，只要再回去挂花瓷就好了。花瓷就可以了。对，门都不用管。虽然说没有。星河努力一下。没球。努力了。他这个球感觉够撞，但是位置不好。撞下来可能还是就是瞬间。反正星河也是挂飞嘛，小迪也是挂飞。先去管门，但门已经开了。是，那就回头管，或者先把人给赶出去。真九想想第二局，要不然咱们就是说算了。哎呀，这么冷静，哎，不是，这有点欺负人了吧？再回去看能不能找到。对你不能因为我小就欺负我呀。拉锯回去吧，真九。我觉得他不想。我觉得真得回去。但那是你觉得？
我不要，我觉得是吧？他不要，我觉得。对对对，他有自己的想法。那星河很神秘。知道前锋刚刚是在这个方向的啊？觉得星河已经神秘到门口了吗？没有，没有那么神秘。但是我也能现在。哎呀，成功错过了所有方向。想钓一下星河，你看果然钓出来了，但是这里手里有飞轮，飞轮能做到吗？能吗？轮了，提前轮了。爬一爬，得先挂，得先挂飞。对。或者往外牵一牵，防止他走地窖。啊，这个点牵有点明。我花瓷的话，有机会把隐喻给吸出来。就是飞轮好不了，比较难。啊，没办法，做不到了。那这样的话，完成一波3抓啊，也是要恭喜 ACT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3场鏖战战胜对手了，这场比赛真的是拿到了净胜的，戏剧性拉满啊！整场比赛来说，确实是非常有观赏性。是，那也是恭喜 ACT。整个的局势节奏来讲，还是不能以常规的月亮和公园这样的地图出来做一个摇摆。你拿出来喧嚣，面对这4个求生者，求生者给你选择拉点，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反制方法。对，拿出来更相当于是一种他被应对了，或者说是他中计了，就没有那种说有一个客。你这个上下2楼围龙并不是很好放，很容易空的。因为你走来走去，你可能穿越这些笼子的时候，会把自己从2楼变到1楼去。对，现在不一样，它阅历长得没有像原来那么快，它可能得要求说它的笼很精准，你没有适应。上来是直接去寻找大船，那大船这个围龙并不是特别的好放了。来看一下这边怎么台湾刘家闪现，没错。选择这个点位，其实所有人密码其实都能第一时间进行破译了。没错，那小天赋还点到了一个崩坏啊，有一点想针对这个末世，不太好绕。看这个围龙怎么去放了。现在还要拖阿策，其实是想要上楼的，只要上楼，他这个围龙其实就破不了。有视野就可以交了。对，看怎么样。哇，很远，但是好像到脸上了。先破一个围龙嘛，让你2个围龙拿刀。先拿了个普通攻击，但是这只是造成了一个1/4的伤害，只能当成存在感去提升了。是的，啊，愿力还是够，但是还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这里看不到的话不是很好去举龙。对，没有一个很好的视野。对，现在飞轮是好了，看这个飞轮的博弈。是。再回来。哎，再骗掉了，但是这个龙的话有机会规避吗？黑龙全是黑龙，这就是你在大船里边放围龙，就造成一个缺点。你限制它，你其实自己也会被限制到。是的。看这个飞轮直接先交了出来。哎，抽到刀了。那一阶开启，有机会直接越龙过去了，但这也比较复杂，感觉得对直接交龙。哎呦，这边落地，再一个风直接卷走。道具倒是交的比较干净。交了个闪现了。这3台1闪其实也是功德圆满了。密码机其实最少那一台都已经是83了。对，是守门人的。其实东玄得自己想办法去打后期的一些节奏了。求生者的话，这波救援其实压力不大的。是，守门人这边救完之后，可以让气象岛在海边，到时候再让木偶师再进行一波2救，这样密码机就能全都拖出来了。木偶师现在也已经兴起了。对，现在是逼他出产。得先拆龙嘛，但这个时间上还来得及吗？愿力这边还有一个40，能救。对，这里有机会一个越龙到脸上，有谁打谁，打到谁了？打到守门人。打到守门人了，但能有一个双倒，守门人可以自己再倒回自己的遗产，到时候起来再去补。对，那阿策的话，这里的牵制压力其实还是有的，因为东玄其实手里还有愿力。对。还好没打到。没能摊到，那就看能不能拖出个化小梅意外的时间。因为守门人现在已经倒了嘛。板子。是。后跃，但是后边有一个障碍物给挡住了。没错。费的愿力也比较多，但也其实牵制的时长对他来讲是够了的。是。再把它挂回船下，也拖了不少了。现在再给一个化小梅仪，可能对于东玄来讲，并不是一个能去摊多抓的，但是他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去摊个平面的。对他可以考虑说，就开战的时候主打这边的门，把人都从这边逼到另一边。守门人交出自己。模式实在是不太好拦，跟刚刚守门人那种情况是差不太多的。对，哎，钻了回去，感觉还得再交一段路一样。愿力不够，不太够。你再变自身，有点极限了。直接拆是没问题的。我直接就打了个还给打了个震慑。这波直接守人守成功了，确实也是让求生者这边造成了一个难题。你现在海边密码机他能控住。情况有点不太妙了。
因为他刚刚直接是默认他这个围龙是放在很外边的，他直接拆完了之后就往前走了一步，是的，放到后边去了。对。如果能少那2步，其实这人也就能救下来。海边密码机到时候就算能开不完，你也可以在外边再去起一台新的。已经要去开新的了，这一波救下来的话，还得想办法多牵制一下时间。而且这2个人的话，只有莫武师有回光返照。你卡半啊，压满是肯定不够的，因为你压满大船密码机他也压不好。对你得指望他一定还得再交路易出来，再继续玩一下。没错。看一下这波收益。打了手预判，其实也想弹一手震慑。对的。再打。摇出路易想带走，给到脸上的压力。对，但是你只要带走了，我就转头可以抓魔术师，因为海边密码机实在是太多了，它比大船多得多。没错，那魔术师的话，其实牵制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有2个魔术棒和1个飞轮。对他现在只要能在海边我完成击倒，趁你在大船这边还没有压好之前，我这个局就可以去摊一下3抓，甚至有机会能4。没错。摇出魔术棒。是。魔师这边也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点，只要在开门战，就算你这个开门战打出来了，我也可以去针对你。对，小铁这个牵制是很对的。你交围龙了以后，我是交魔术棒是不钻龙的。对，吴昕现在也是提前下来，想要过来帮扛一下。对，因为现在密码机也马上压好了，只要能在开门战这个亮机起之后帮他扛一刀，这局还有机会能去走1个或者正平面。对，看到吴昕走的话，那应该能够预判到密码机是马上要好了。是，那就准备直接亮。是。加上东玄自己的开门战愿力其实不太够的，脸上虽然有2个人，但只能管其中1个。那东玄现在没有办法换人，只能先抓这个魔术师，直接因为他现在只要能把他抓倒了，他这个3抓面肯定是在手里的。对，先来一个围鹿龙，再预判，但看不到脚印。是，都在骗。是的，这过来有刀吗？拿刀。倒。但门的话都没贴啊，卡蒙不敢开，然后现在只能小门去硬点了。你如果说是传小门呢，卡蒙这边就可以直接去开大门。对，现在就是打2边门。要传吗？东玄现在就是传小门或者大门，他不敢传大门。直接传小门，对，因为他确定了你小门肯定是有人的，你吴昕刚刚是往小门这边走的。没错。你大船亮了，你再去开大门，大门肯定是开不开的。所以说他也是在预判对面求生者的一个心理，预判成功。求生者这方还是想再去救一下魔术师，并没有选择开大门，心里还是想着去看一下平局。对，但东玄其实愿力没有很够，走过去的话，感觉也就是到80这个样子。2边人分开的话，还是能够回来给到守墓人压力的。是的，求生者是想要摊平，看有没有一点点希望。其实刚刚卡蒙要是开个大门，他也完全拦不住，因为你就算是有2个围龙，他去拦了1个中场，他大门也已经能开个9成8成了。没错，现在再想躲一躲。卡蒙想藏一藏，看能不能去偷一下守墓人。是，东玄的视野有意识的往外看一下。东玄是能意识到，因为你救下来的人，你肯定会在海边这边去藏一个，然后去偷一下小木屋。但这个耳鸣还是没起。没起，往左边多走1步，他其实就有了。哎，东玄这边，那他就确定完全不可能在海边了。现在再去管门的话，还来得及吗？来得及，有2个围龙。来看看。一波后撤，哎，卡到位置了。门能开呀！极限99%。是。有飞轮，但是手上也没有魔术棒。其实就算这个门开了，也有可能会在开门的一瞬间被击倒。这边想要去救，在挂上，摇路易也赶不上的。但是那边门应该有机会能开。 2次变身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现在要么去开门的路上，要么去走地下，要么已经对要到了。因为他每次变身就会给自己3秒东玄的传送要好了。门是能开的，直接传。但现在好像来不及了，这个愿力能不能造成一个围龙把它圈出来的？来不及了。还一点，其实如果过来的话，再交一个围龙，感觉有那么一点点。他还是选择了波江了，因为觉得你这张地图打喧嚣有点太浪费了，就得打羊。是。 采用者这边是至少要争保平以上的，这样积分也不会去拉大。求者这边就看能不能稳得住了。冒险家应该是带的。冒险家这个点位的话，那4通8达的路了，不太想去找他。 这个选点呢，现在是比较流行的，也是直接保护你的冒险家，因为你在其他几边，你就算去选，你也第一时间根本就看不到冒险家的点位。是的，是的。你选了大船，你在大船里边也会有一。你走出来的那段路已经足够他躲藏了。是的。好，进入到比赛画面。底牌挽留加闪现，脸上是只有一个大负。是，反正上来先赶一赶嘛，看能不能去找到冒险家。冒险家现在已经藏住了，找他有点冒险了呀。直接找大龙。 小天赋的话点的是比较常规，都会点到通缉。现在肯定是进行死追了。冒险家这边输赢只要不是刷在海
边、厕所这边位置，其实他都能把密码机推得最快。这里板子下的都挺快的，可以先处理啊，然后攒愿力就开始架双龙来打了。对，这里是能想往外走，架龙把它罩回来。是能够逼。这个鳞片怎么说？哎，第二次是掉了，那就直接当面拆了。对，再进入到板区，圈住了吗？圈住了。跟过来有刀吗？飞轮规避。啊，再骗，没能骗成功。没错。但第一个伤害的话，拿到也已经是1分钟了。再看这一波，节奏跟上，闪现来了，立定跳远，好果断啊！看这位置合适，直接就交闪。是的。现在密码机有一个1台半，这里有一个地下室的说法，想挂了。是。地下室一旦挂上就得提前来救了，3岁已经准备好了。没错，这样子的话，其实求生者是会亏一点机子的。3岁这边没有化险为夷啊，你救下来，其实在1楼他就可以再去拿第2刀了。没错，但鳞片用的都很好，还想再拖一点时间，是，你这里直接逼救。在地下室硬耗，等到最后一时间，然后再救下来。对。荣誉不明凡人现在也使用了，看要不要再接着跟保一下。2个人一起，对。这还是挂了一个地下室，你因为没有化险为夷，你带不走。你从这个地下室出来，你不能指望一个教授我还能去牵制动你一个跛脚羊。是的，而且这一波的话，可能不一定要救了吧？我感觉如果救的话，风险会很高，不一定好活。你现在节奏也比较差。你就算不救了，第2个节奏他可能还要牵制更长的时间，因为他要去弥补第1个牵制他时间不够的这个位置。那这里的话，姚表过来只能挥一下，其实他也可以先直接交一个封路龙啊，不让他进去。哎呦，打成了落地刀。看这一波手艺怎么打了。再打。这里帮忙扛也不太合适了，就让教授自己去玩。跟上来，但下面大龙在下面没出来。大龙现在就故意在地下室里待着嘛。对，道具的 CD 是已经好了的。对，硬拖。这是一个黑龙。他是在一个鳞片中间空档期，然后去拿到这一刀，你没有办法及时去放。这波再挂上的话，还有一波通缉的可能。没错，通缉到了冒险家，看一下位置。但手里现在传送还没好，所以说你就算看到冒险家，只能猜一个大概位置。还需要自己去主动去找一找的。没错。这样密码机加起来的话，其实就是3台多一点。对。现在还要再打波拉扯，年检现在很优势，因为他现在只要我看到一个人我就抓就行。你冒险家现在挖树叶，你挖的并不太多。没错，下一步挑啊，是谁抓谁。电机还差个1台。有了的，但是方向好像不太对。现在加上冒险家的树叶，你电机其实还差个1台，那看到现在就直接传送。这怀表也是直接逼了出来，因为大副现在不敢不交，你要一旦不交，后边直接完人倒了。现在倒的话还可以再来一波地下室。对，那现在就是一个慢性4抓。是。看年纪现在就是等他这个怀表时间到，然后我就把你击倒，击倒就挂你大门，船尾守住就行了。大副的怀表已经摇到最后一段，直接可以妖怪硬抓，得看基本功博弈了。这里是再补一个围龙，再补一个拦路龙，但是没有完全封住这里。可以翻板区博弈嘛？这个龙可能要折掉了。没关系，手里还有一个运力值，还能再去补个龙。没错，没有太多牵制空间了，但其实已经牵制的相当够了。是。金少坚现在要拿着61事业去补一补，把人密码机直接补成亮，到时候再过来救人。救人肯定不能让骑士来，因为骑士这边状态不足，再加上你这个他自身也没有淡化为夷嘛，只能让冒险家过来去偷了。其实这一波对穷者来讲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大副下来已经没有道具可以再玩了。现在可以直接拦，他们求生者现在想法就是我压满去救，只要救下来了，我这局面就可以去争着走一个。对，人家现在我深知你的套路啊，你把密码机亮了，那我就直接去抓你小木子那边遗产。我现在也是有谁抓谁，对，我逼你冒险家要过来找救人。看冒险家现在能不能救下来，救下来之后大副得去摸道具，然后让大副来救这个人，因为冒险家现在手里还有个33树叶，最好是让他去压最后一台密码机。他现在传送也好了，你一旦外边密码机进行晃动了，他还防了一下，怕你不救。是的，在等，这边只要救下来之后我再挂。没错，年轻很细节。对他自己的传送又转好了，耳鸣还没亮，现在2个人兵分2路。这个密码机
如果说是你一直围绕小木屋去打那一台，很有可能就是走一个慢性4抓，因为你小木屋年纪有点难给到你机会，就让你把这个树叶给挖上去，那也是一个7成密码机，你并不能直接压满。你现在还在找，诶，没看到，是，还在回头去往小木屋，是感觉确实得回去打一下手艺。有耳鸣的话，大概是能判断位置。判断了，但是不看一下椅子吗？看吗？不去吗？椅子的人就被无伤救了，救下来之后还要再打拉扯。3岁现在是一个挂飞的状态。对，都是上挂飞。是。脸上有2个人，那冒险家那里得抢一下时间了。对。2个人互相一起牵制的话，能稍微再拖一下。那这里完成了击倒，其实这个树叶就算放上去也不能压。不太够。这就比较难受了，再放一个飞龙，直接后跃到了脸上，这里就拿刀。对，但其实还是你把树叶放进去也是不够的一个情况，还得想办法过来，时不时磨一下。没错，所以还不如在外边再去起一台新的。你要让起一台新，要硬打这一台的话，再一波跃龙到脸上要倒了呀。对，大夫现在也是在摸道具，摸到了一个香水。摸了一个针加香水。对，这个人的话不敢不挂，感觉还是得往外牵。得往外牵一牵，往外牵到空地，然后再去放了之后去找这个大副。可能再走一下的话，可能还要起耳鸣了。有耳鸣了，那大概能确定你可能在附近。是，直接预判箱子这个位置，直接在脸上扎满。那香水怎么说？提前放。你只要是在摸这个箱子，我就可以先去预判你的方向，就可以去完成击倒。玩家的自己到了50。起来没有多大用，因为你就算起来，它可以直接传送回去。对的。现在想的是把你逼远了以后，再回来管一下这个冒险家。他可以把它牵起来，然后故意放下。对。等你挣扎下来之后，我再给你击倒了。可以罩个龙，然后牵过去，让你在那边挣扎下来。是。直接挂了，大概是确定了梨花的位置。很自信。这里没有耳鸣。梨花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但是刚刚这波操作，他已经确定了这个耳鸣就在中场附近。下面绕这里绕一圈。直接贴脸开蹲吗？蓝色的小碎片找到了。不太能牵制了这里。对，手上没有道具嘛。没错。那这样年间也是完成了一波4抓，也是把这个积分完全还回去了，完成一个。胜率很高啊，选用6次，胜率已经高达了83%。是的。这张地图它其实窄道也会比较多一些，它如果去双色叠的话，很容易上到球。这个时候也是非常考验求生者的一些基本功。这阵容里要看能不能逮到先知了，让先知这个一鸟一个4人开门战。对，我相信其实他们选择把这个喧嚣放出来，就已经做好应对的准备了。对，就你3个不带回光返照的点，监管者这边也是可以默认我去不带挽留的。对，我就带一个张狂加底牌。加底牌还有一个后期控场的说。好的，进入别换，这一局带的是张狂八卦阵啊。张狂八卦阵先去找先知。没错。让先知这个一鸟没办法能自己成功使用出来。入殓师这边是带了一个回光返照的，因为他打算把自己的灵柩让给自己的队友。对的，这局小天赋点的是快踩、是愤怒以及通缉。灵柩已经放了，但是进入到大房这边视野里比刚刚2个人有看到吗？这一波双重惊喜上了2颗球啊。对，这样追击节奏就快了很多了。对，他带的张狂八卦阵，其实在追击上。求生者其实面对压力会比较大，没错，得看这个鸟有没有机会吸出来。哇，第一个伤害拿得非常快，带上1层。对，灵柩已经提前换上了，而且身上又有了2个惊吓标记，飞轮还没好啊。接下来的话，感觉看一下这个鸟是不是要先用了。只释放1次就造成了2次标记。没错，而且一波绕场谢幕就把鸟给逼了出来，前面得看这个飞轮怎么去博弈了。提前把板件卡好，没能交出来飞轮。这个追击速度又是在1分钟击倒，灵柩现在已经画上了，但你入殓线密码机也没见破译，也耽误到了一个230。是的，那你这如果提前反的话，这里就直接一个移形出去了，感觉还是得救一波吧。让幽冥来救，因为你现在技能没交，你一旦要是自己反了，他移形就直接跟过去了，你也等同于是刷这个先知的挂了。没错。对，佣兵这一波救援的目标就是一定不能双倒。对，给个化险为夷。对。但你不能双倒，好像有机会摊到1格伤害。对，不能让佣兵无伤走。对。叠色叠得很快啊。往大房倒下，让勘探员来了。 3个挣扎应该是也带上了，还是没能交出这个飞轮。
不打算交了，因为你交了也是亏的。对，不如等一下救下来之后，我慢慢去拖，就等。对，隔窗上其实还是比较不求生者是好上的。对，求生者是不急的，等你这边是会去签的时候，我再过来。对，这段路程还是比较长的。没错。只要能吸下来就行。要控词吗？不控，直接吸下来。直接救下来了，那对帮忙扛3个球又得重新上了。年锦不想放手，因为年锦就算放手了，他到最后他也是能摇下来的。是。所以你要是说吸了，那只能就是让你吸。然后我现在就慢慢追击，追击倒了之后耗费光你这个磁铁。现在直接往角落里面去卡。那这样拖的时间能拖个1分钟多。没错。因为喧嚣也确实没什么办法。你被吸下来之后，喧嚣它是只能一个标记一个标记给你上，对，他不能说我像歌剧一样，或者说其他角色我就给你造成一个击倒，所以他是没办法，还是得先过来处理一下勘探员。对，只能处理他，你不处理他不行。但这身上还有个磁铁呢，等一下他再过来吸一次，你这放不放手呢？你不放手，他就能摇下来呀。这给年锦处理的时间还比较多，因为这一波操作下来，密码机加起来也就要硬吸是3台。是，这波卸下来，再给摇了下来。这手里还有飞轮。双色飞轮角落没办法交出来，是的，是，而且也没吸出鸟。这一波的话，3岁压力大的，直接击倒。但节奏上已经拖了很久很久了，求生者是很赚的。刚刚飞轮没办法交出来，是因为在焰火区域里，焰火区域里它是能把是的，被封住了。那这要自己反。对，自己反，然后拖勘探员起来，勘探员起来之后再帮一次忙，让他转到大房里。这样从前期的一个3次抓的面，现在被求生者争到了一个有平的可能了。没错。再绕，双击去预判，打造了一个焰火标记。再给干冰标记。先交鸟，想要奔赴一下。那另一边的话是选择把勘探员摸满。摸满不救了，让他倒。也不打算帮了，3个。状态上应该只能是摸好一个。对的。加起来的话，密码机来到最后的60的样子。对。一行过来预判位置。反抓勘探员。对，但是勘探员已经满状态了，其实你找他的话，只能打他没有道具这一点。但往前的话，可能还能再续出一个磁铁。监护者实际上应该也看出来他是没有带回光返照了。因为在跨过一些窗户啊，或者交互点的时候，它这个加速比较明显。比较明显。刚刚飞轮也已经用了，所以现在可以去打针对。那年锦现在想要换抓，年锦想要4，他不满足于3。要么就是把你的道具先逼完，是，然后我再跟过去，而且我机动性也是比较强的。求生者那边另一台密码机还没贴上，然后再去控一控。是的，那边也是求稳啊，还在补状态。对，补好了之后再去修嘛，让勘探员去修，到时候就人让入殓师来。对，这里吃到一个震慑。对，佣兵这边已经是没有护腕了嘛。3岁这边直接新起。你现在局面不可能去打一个1号的密码机，就是刚刚那个微强的密码机。对，你要打那个微强的，年锦现在一定是主动于在一个防守，因为他要去拖自己的移情，拖自己的技能，然后去磨掉你们求生者的一个一个诱道具。没错，而且入殓师的话，他其实是有回光返照的，如果你对他有什么心思，很有可能会进入到一定的陷阱。没错，现在新起绝对是非常明智的。对，但救人是打算让勘探员再过来吗？压力啊。那勘探员现在也过来了。那这样。因为他担心的大龙这个位置已经是被找到了，不太好救。是的。那这样的话，2个人就可以打脸上这台机子了。他还会再挂。这个倒的话，好像又不太能打这个机子了。得看一下3岁这波操作有没有机会。不想挂，因为他一旦挂了，你勘探员救下来之后，入殓师就有个灵柩了。错，他意识到你们可能要打脸上机子，直接移形交出来，逼你这个佣兵往外走。打倒就是赚。对，入殓师现在绝对不能挂，因为你但要挂了，他现在就有一个灵柩，灵柩到时候可能在开门战就能做出来一些事情。对。就一直拖，现在他反而是调动求生者走来走去，一直在做一些不能修机的事情。想逼佣兵的绝处逢生这个自愈，想逼他交出来。再抓大龙，大龙往外走的话，3岁得想办法回去把那个机子抢开，起码是就没有时间了。还要挂吗？应该只是为了牵走一段距离吧。想挂的样子。想挂。那勘探员得过来给压力。那明确知道说你佣兵起不来，这样子我直接去找脸上的3岁就可以了。是。而且我这张密码机也能够压住。夜华的位置比较远啊。夜华现在主要起不来。对。
接下来如莲是准备要进入到一半的淘汰状态了，哦呦，好飞清轮，掉，规避掉这个状态伤害，佣兵交出绝处逢生，再一推，只能硬拖了。以前3岁得撑啊，得撑很长时间。没有带回光返照，一旦他倒了，他倒了这边一个遗产，其实求生者都没有办法打这一台了。对，磁铁续的好慢。再挂，只能补人皇。这里异形其实也要好了。现在2阶喧嚣谁靠近谁就要倒，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得绕一个远路。这09只能画佣兵啊，给佣兵画上了。得打人皇那台机子。现在异形也好了，他守好人其实就行。让大龙来救。亮的话就出去吗？佣兵现在想要硬修，想把这个密码机给他硬修起来。没错。年姐没看到1号这边在进行破译。反你直接修脸上的机子。那密码机就要压好了。人家没想，他一直没看后边密码机在晃动。没错，现在过来的话有点意识来晚了呀。对，小梅现在就直接开，根本就不管你3岁了，让佣兵来救。而且我佣兵直接救下来，这里还有2个人。对。你怎么管？你只能先去管这个3岁。再打3岁，现在就要拖出来，给自己队友去走门的时间。做移形交出来。是，完成击倒。但小门现在也就是拦不住了，直接能走。这局求生者其实搏心理搏得很好，因没能说是让监管者去意识到这个1号密码机再进行一波破译。使徒打这阵容的针对飞行家，如果仅靠自己的悬停是只能规避1次猫的。再想归其他的猫，自己的喷气背包其实这个距离并不能弥补它能拉开的这个位置的距离，所以第一靠地形。他想，你要是把野人放在一个小门地窖，你囚徒在小木屋，监管者要是选择一个1号围墙那个点位，就会把囚徒往小门去赶，那野人密码机就不会修得很踏实了。是的，这里东玄选在了右上角小门出生点啊，是脸上就好的小门出生，直接放一个侧猫跟跳一波。是，到达小木屋更快。对，这侧开就已经连电了，还触发了电场。对，这里必须要踩的，你不踩小木一直绕，你这个猫就算放了也会被废掉。没错，小天赋还点到了幽闭恐惧。对，往大方直接拉扯了，大方200应该都放了吧？卡蒙直接藏。这里好像有点绕到身位，但是只是反应过来了。是。因为他们这个耳机是能听声辨位的嘛，这个声音脚步声其实它没错。你看东雪这个视野是一直在防，有没有可能有人蹲在脸上？对，哎，回来了，把人给骗出来了。是，因为他也认为你这个中间是有一台密码机，你红毯没有，你红毯如果有的话，你古董商可能会跑过去。没错，而且我等于是第一时间过来中场的，你不一定说舍得往外走。是。哎，没能眩晕到对方。是的。这个猫可能要废了，把它往回压，这样子可以进行到1追2。这里飞行家也都有点怕怕呀。对，这方猫一旦咬到自己，这刀可能也会被拿到。可以先处理一下这个板子。是。找个角度跳。怎么去运用了？看这个回头。哦，飞轮规避掉了。那这里要骗兴奋啊！但是点刺的话不太有距离。飞轮面对使徒就可以规避掉这个，太看手速了。再等一这个东赫，哎呦，想云门回去，然后打2个机关消。没错，还是比较难，因为身上已经有猫了。那密码机也已经牵制到3台了。没错。没办法东赫。再等一只猫，只能跟跳。使徒的节奏也是比较明显的。那求生者转啊，逼出来你的兴奋了。对。飞行家甚至是交了喷气背包去赶下一台机子。对。为了密码机更快，反正到时候悬停交到救人这边就可以。攻击是给到了囚徒的，但无心已经提前起出过来了。就看野人救人了，野人救人感觉还比较稳吧，因为你这个猫被招回来，一定是要看他这边时间的。对。他总会招回来，招回来就硬吃猫。猫圈范围也比较大。正常一个化险为夷救下来，也不要想着牵制了，对，往角落倒，就往角落倒就好。你在这个化险为夷交出来自己的道具是亏的。往板子。接下来已经不需要野人再完成这波救援了，接下来飞行家再带着另一个化险为夷过来就好了。对。
节跟着拿刀奏比较中规中矩。现在就差一个化险为夷，再给个化险为夷密码机就够了。对，那这种里边有囚徒，所以说节奏上肯定是密码机能破译完的。是的。对面飞行家和野人的机子已经都来到80了。真能打一个4人开门战，但东玄能不能去打一手针对了，想控一下场，把大房密码机给控住？但大房已经是9成了，猫都看到2个人的位置，控不住，让2个人稳了，2个人一起来了，是防止出现意外。对，因为有囚徒，囚徒这边可以直接传电，没错。大房传亮，再跟着宝帮忙扛。看这一波侧刀了，一直在卡的话，哦呦，打到了。那这里可以去倒一下角落，逼个兴奋。要踩电了，如果没有直接没关系吧，让野人来进行抢吗？哎，打了一个恐惧策99。那这样飞行家就得过来了，卡住了。是这样一行的时长，效果可能不一样了呀。那就不好说了呀。交流没沟通好吗？98、99的时候没能串联，直接连亮。没想到会溜到中场，阿策肯定想的是还借由连电有一个加速嘛。大家非常可惜，你看囚徒这边密码机我都已经是能压好了，或者说压亮了。就算你能把这个古董商给挂了，我这边密码机我其实也能同时点亮，打一个平局面。是的，现在的话密码机突然变成了50，而且脸上不太好走的。对他还能再干干人。对。现在就打手针对，看能不能抓到囚徒，或者说抓到飞行家，其实就行。对。野人不敢去进行强行追击，但他好像对野人有点想法。他想拿野人这波钓鱼。对。因为我把野人解决掉之后，你后边肯定会有人来救这个野人，到时候我就不针对野人了，我去针对你来救的这个人。猪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只能往角落里面去带。现在心机30，但是中场那孩子又补了70。那你来不来救呢？飞行家是没有带回光啊，是带了回光返照，但是他没有，但他救人，对他救人的压力很大。囚徒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那你囚徒过来救这个人，你囚徒不太好出这个地下室。没错。交电下来，开不了。够吧？你也不敢说过来抢极限，极限，那刀气离不开啊。没错。还能再挂。对，但是是有报幕，知道2个人都跑到哪里去的。挂上之后去大房，先盘这个耳鸣。小门没敢去，刚刚2个人同时去往小门，就是为了给你监控着一个假象，我就直接去点小门了，看你过不过来去拦，你想不想摊？东玄这边也是盘到耳鸣，知道你这边小门只是假意过去的。对，直接看到了。那这里肯定会爆点的，其实你不太好骗。对。但他只要一回来的话，其实也不是很敢去贴门。现在就找能不能找到在旁边卡耳鸣的那个人。点小门肯定是能点开的，就怕这个点小门的过程中他已经追到人了，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东玄但是走2步感觉耳鸣就要掉了，所以东玄手里是个时长，他不是很敢赌。现在再想着过去应该拦不住了，小门是能开，因为现在小门还剩一个4、5秒就能开完了，小门能直接开完，拦不住了，小门能走。那这样双方是在第2局完成了一个平局。局势上其实朱雀这边并没有难怪好像听到了求生者那边也惊笑了一下，但选出1次胜率是100%啊。那这种拉点能力其实也比较强，有辅助能力在啊。得带移形吧？你不带移形，你带个闪现，空军这一把枪，火灾有个球，邮差到时候你这种板窗去很多的给你站住，然后我往外来追击，逼你走到一些更空旷的地方去跟我博弈。东玄拿出来记录员是想要去争一波4，他想要在你这个开门战，就算打算一个3人开门战，我是能去摊一下3抓的。那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可以直接去找阿策，对，想先记录个翻窗，带的是兴奋，是先记录一个翻窗交互，赶一赶人。卡梦这边也是在2楼，2楼这边刷机，中场也刷机，独斗那边是只有1台的。对，甲门密码机被封，上抗性都带满了呀。对，卡梦也没办法直接往甲门去拉，因为甲门那边密码机它是被封了的。对，这里身位还是贴的比较近的，感觉这个气囊得提前交了，拿来扛。是一弹弹到墓地，但有一个封交互点的说法，得绕。绕卡住视野，最后面你还是能够回到墓地的话，其实对于东玄来讲，要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一些。是能封住吗？封住了，那就不敢发了。到了一点身位。对，上带的是一个兴奋，2个气囊现在也都已经交光了。处理完了。
现在还想卡骗，光回头，再一次记录。再记录到。哦，但好消息是里面的板子还很多呀。是，这个板子其实可以放，旁边就是邮差嘛，你放完之后，它就可以直接放口。哦呦，直接预判咬，哦，这样拉开了一个减速，窗口还是同样进不去，因为它有一个封交互点手法，在又封封到，是这里位置就吃一刀了，交个飞轮避免一下，能不能砸到？没能砸到，但是有一个下板记录了。是一个蓄力刀带冲动，其实就能拿到。这一波拉点之后，你没有交移形，其实也就能看出来，你要么是个闪现，要么就是一个兴奋。对的。再送了一双跑鞋，身位拉的会比较开一些哦。你换移形这个位置一定会交移形的。对。这里在绕，没有队友能过来保了。而且密码机已经来到了2台大半，将近要3台了。是的。前面到 S 板区进行博弈，有一个下板记录，但直接进来了。这阵容里只有卡梦一个要命的选手啊，就他一个人带了鬼晚的。对，佣兵都是一个化险为夷加飞轮。加飞轮是的。密码机现在已经牵制的够快3台了，而且他是没有一个道具的，全靠板子来博弈，已经撑很长时间了。有板区了，太多牵制空间倒了，但已经倒地牵制100秒了。对。那接下来节奏，他等一下还能去控一下机子。其实密码机现在节奏还会差一些。对，这一波也肯定不可能让空军来救，知道你如果没有交的话，就直接防你这个兴奋了。对，空军就一直不出现。先让佣兵来，只要佣兵这边不给到震慑，到时候佣兵再去进行破译，空军再过来2救，可以搭配着邮差一起保。没错。现在机子来到最后2台。现在就看博弈了，东玄现在是有点想打震慑的，没打到震慑，直接必救吧。哎，佣兵现在想要帮忙扛一扛，想试一试，他现在想要直接保住，保到空军这边能破译的更多。哇，用这个飞轮来规避。东玄估计都没有能想到，你这个佣兵怎么会带飞轮的？探测刀能打中吗？是2个人一起贴打中了，打到了针对。针对啊。没有反弹，也拉不开距离，而且枪也交了。是密码机也现身处了。所以对于记录员，你3台就算起了，他的节奏也属于刚开始。没错，而且还直接就挂在你这一台机子，你等于要去新开的话，其实是亏的。必须要下来有一个2次牵制，没有个2次牵制，把这个第4台拖亮，他的节奏还是比较好的。是的，场上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其实这一波救援救下来的话，无论是打针对也好，打不到针对也好，他只要再走2步，就再有一个上管。对，没道具。现在问题是带来你没道具，你拿肉扛的话，其实代价会很大。没错。现在就体验到了一个幸运儿的好了，你幸运儿现在你就可以摸道具，你除了枪之外，你还可以摸个手电筒。没错，哇，直接一波头铁过板，玩记录员都这样。现在再找一下卡梦。窗户这边是个慢翻，所以说就算下次你想要再交互的时候，这个窗户肯定是翻不了了。对的，时间太长。再跟车是肯定上不了的，还有一个板子，佣兵想过来帮扛，摸了香水。他的香水来了，护腕在哪？在旁边的箱子旁边吗？再交个飞轮，再拉一下点，一个蓄力刀。哎呦，差一点打到，这打不到。等等，是刚刚空军起来了，空军起来之后帮忙扛了一下。好像是。因为空军这边是绝处逢生，但是从感觉上他好像一直趴着，感觉他一直在，对，一直在下面。我在想怎么会有擦刀。那这样再次击倒之后，密码机还是差1台的，邮差在旁边跟兴奋是要好了的。对，直接兴奋先把人挂上之后再说。那最后的密码机得想办法去处理一下了。佣兵现在可以捡回自己的道具。手里现在只有一个互换了。加求生者现在比较危险，因为你如果说不管是佣兵也好，还是说其他人，你现在给到这下一刀的节奏，记录员这个密码机就再也开不了了。对，记录员现在是能去摊一下4抓的。是的。弹互换，现在不能省了。然后确定了空军的位置，再来中场赶一下这个满状态达策。对，再跑。对。他就找机会。如果说是有人能给到这一刀呢，东玄其实是很乐意去切到闪现或者说是移形的。对他现在如果有到一个上挂节奏，这把就完全拿下了。对，东玄其实现在节奏最好是移形，要么闪现，到时候去切。你要切成传送，他这个后边的刀一旦被救活了，其实就不太好拿，容易被拖过去挽留什么的。都在往外跑，不敢有任何的贴近身位的这个动作。
但现在密码机的话，也慢慢的几台都磨到了30、40。这在记录员的接受范围内，因为他现在也是为了去拖自己的技能，到时候去切底牌。是的，我觉得空军可以先去摸点道具，然后让阿策出来扛压。一定要补充了，对你这3个人都是没有带回那好光门罩的。像是被意识到了，在这个位置啊。哎，距离比较近，摸到什么？摸到是个护腕，那护腕就得地再交了。是。没能封住交互点。再等，切了个传送，直接出来。传佣兵，佣兵手上是个魔术棒。再去拖，这里可以记录个踩板。没错，不敢在这里待了。是，就看能不能拖了，能拖到他们密码机去压了。能踩，魔术棒得用。哦呦，封口封得很好，打到了位置。是。而且佣兵他是交过飞轮的。对。所以东贤现在就要死刷嘛。这个位置要不直接不打算处理。但你不打，我就能一直绕，而且我就身位就可以拉开了。现在再回来，密码机还能蹭。这个传送其实东玄就很难接受了，因为他传送过去就是为了去拿你刀的。节奏，对，传换没有节奏很难受。无心还摸了一根针，这个针是比较好，因为到时候可以打一个开门战拉扯了。是的，外面2个人直接开始补状态了。地图上现在已经有3个箱子好像被摸完了。甲门那边箱子好像还有一个可以再摸，他得假意去追小铁，然后时不时看一下邮差的位置，不能让他把头上的密码机给修开。他自己的传送还没拖好，可以接着去破译了。2层阁楼密码机太多了，哎呦，这个远距离放狗，挺吓人啊。无心的针应该是压好了的，顶上这个密码机很响。阿瑟位置就是给你压力，他好想给阿特来一刀。一直在控。对，小铁见缝插针，是给看到位置了。看就看到，其实小铁这边也是让你看到，也无所谓。反正我现在也就慢慢等。让无心那边就是可以给一点压力。是，密码机已经破译到9成了，用一些他的神乐。你追出来呢，我一个创弹就拉走；你追出来呢，我一个创弹就拉走。你现在再追出去呢，2层阁楼到时候再去补一个邮差上去。已经补到了。对，直接亮。没错。那小铁现在还需要撑的，因为传送现在已经好了，一旦他要倒地，到时候门口他还能再控。东贤现在手里还有一个3抓4抓的。没错。你要拖得久一点。这都用得很充足。是。你手上还有飞轮的波。一次救路畅想抽刀，交互点这边还可以再去翻。但是没有装弹的话，已经点到50了，两边门同点的话，你其实不太能管了，根本控不住。佣兵那边的门是次要的，因为你控不住佣兵的门。佣兵他到时候满状态，我可以直接的去拉走，想传送过去拿佣兵的刀，但佣兵是个满状态，手里还有个飞轮，这个板子可以一直去玩。刚刚是没有记录过那个踩板的记录的。前面还有个板区，对，而且你外面解放出来的，我这刀是可以。我被抽到刀了，但那扇门我开了，中场是个地窖，是有可能能完成3跑的。门2个人都已经直接出去了。刀有没有啊？用的时间就直接够了，没有记录刀。个呀！哎呦，打出来了，但是没能打出来。没打中，这不能走掉吧？我的天，走掉了。这传过来，其实我看这个火灾大全能够给到什么样的支持吧。这气囊不能用的太多啊。对。如果是鹿头的话，我感觉勘探员也是有压力的。是。只有一个飞轮也活不了太久。勘探员这个角色一旦要你带双头飞轮，其实就要放在一些被追的点位让你去进行追击。而且他开局其实还得躲一躲。好的，进入比赛画面。是。得先去窗口躲夹子。对。勘探员是提前往独栋的方向拉点去了。哎，年景这把是带有幽闭恐惧的。哎呦，大龙的胆子很大，直接走脸。那这样交勾拿的刀很快的，甚至这个玄境是直接被逼了。是被逼的，年景还可以再跟着你啊，这开局才刚开始。只要你上来直接走到脸上，这道具就会率先被逼下来。真是有点富贵险中求了。你后边再使用喷气背包的时候，监控者可能就会进行一波博弈了。对，是有可能会打断你的喷气背包的。而且这也得躲避一下。交勾角度。再找这里的话，有机会要被勾到啊！不太敢翻呀，你翻了就震慑呀！烧了。是，等等，这个喷气背包又走到了脸上，走回来又被勾回来了。啊，这样飞轮在一交，规避闪现还没好。
好危险，只能说是好危险。但现在其实情况也很危急，喷气背包还有3秒续出来，但是你如果一旦交了，你就完全是白板了。你拉不开，队友来帮忙了，然后军少天，军少天现在必须要帮忙。得一定要保他进前面的板，但闪现是已经好了的。好，气囊这一波打断了。好，先处理掉。是，飞剑现在也没有什么道具了。没错，现在得看纯基本功来自己牵制了。但在路头上，基本功可就不重要。我补个夹子，你的基本功就废掉了。没错，一勾这个，闪现甚至还吃不出来。是，这样击倒了节奏，交互者还能接受，因为他干扰到中场了。你密码机其实现在2台半。没错。这把的话是有2个，是有3个化险为夷的。牵制上是不错的，但是干扰到密码机，而且他在前边接触监管者接触的太快了。嗯，对。2个人来一起救，其实你还是不会去管勘探员的。对，因为一定要保他有个26。没错。先把气囊给弹了出来，但这个地方下乙的话，其实是有一点小风险的。想他下来也能直接接对，住气囊。从另一边走掉了。这个针对打到的话，得看一下3岁来过来怎么去上班了。想一波偷袭没防。大龙现在想要故意倒脚，他倒脚之后，勘探员过来帮忙吸，让他能挣扎摇下来，就类似于红教堂那个大房帮忙。对。不过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它还是比较空旷的。是。不像说红教堂，我可以给你吸到建筑物上。哎呦，交了个闪，打了个取擦。哦他把勘探员给秒掉了。哇，夸张！这2刀是直接完成了击倒。这现在勘探员，你现在忙没帮上，这个节奏也现在续上了。等一下起来之后，再得帮助队友进行牵制才行。敌守门人来了，而且压力很大的是，这个飞行家已经是一波2挂了。你不敢起啊！你现在起了，绝处逢生就被逼掉了，而且你也会直接击倒，你没有飞轮了。对，年级选择把它挂上，双十一方牵。对，因为这边救了嘛，救了之后你还得再过来救他。没错，至少要。如果要帮扛，那这个勘探员我就白挂。对，至少要刷。对你还是得腾一点时间过来把这个勘探员给救下来的。想卡位置，卡不住。年级一直交钩，哇，又勾到。飞轮。飞轮没能交出来。对的。再一个磁铁想帮忙，但密码机差太多，差个1台多了。但是我原地放这个夹的话，你其实就过不来了。是，要守门人帮忙踩夹，然后这边硬吸，但距离已经是追不上了，能来得及吗？一直在拉远，年姐一直在防，没什么办法。但这样直接是完成个淘汰，其实就可以这边获得胜利了嘛。现在年姐就可以再去争一争净胜分。而且现在的话，密码机剩最后的1台。军上天想躲。自己的伤害一旦要被勾过来，其实就半状态了。这个飞轮可以骗。飞轮躲了1次，想打根冲刀没打到。对的。但这位置也是一个死点了，其实跑不太开，就等监管者这边就等自己的勾好。CD 好了，还是比较好勾的。是。没有太多可以躲藏的地方。旁边还有个气囊，挂旁边的椅子，到时候再把气囊打掉就行。直接选择传送了。道具比较多的守墓人是很凶，刚刚没能看到一花。补个夹下去了之后，再想上来，必须要把这个夹子拆掉。必踩。耽误个回去来管一下军少天。是。咱们密码机现在已经破译到5成了。他现在就是想把求生者都打散。年姐知道你是没有带魂魔反照的，对，而且3岁的话，他是已经上过1次乙了，这一波下来其实得靠自己。飞轮再躲掉，对，前面还有夹子，还得绕一下位置。这次是个滑磁，所以磁铁比较快，监护人是很难反应过来的。错的，最后一个磁铁 CD 是好了的。再等，一勾直接勾过来，这样还可以再把2层阁楼的人再赶下来啊。楼上是有2个人的，直接放下。哎呦，又走上去。人一过来，你们都得往外走。是，把楼上的人全部都赶出去了。现在再想上来就有点危险了。哎呦，哇，极限！还好，
要这个土直接被打断了，就拿到的状态比较多，你后边也不能完成救人。没错，就是等于楼上这台密码机是完全锁掉了，不能够要了，得想办法在外面找机会。只能拨一甲门。嗯，是的，小他铲子是完全没有了的。想必救。回来之后，现在就满级的话剩最后的40多。打谁都行。哎，严谨是怕有人偷偷摸摸上去吗？哦，先下个夹子防一下。反正就是硬拖你们的时间。严谨怎么感觉这种想法是打一个响声4呢？他就是一直让你们有事做。是。严谨好像不满足于3，他想错，这4。里还有一个飞轮的说法。哎呦，还防了一下飞轮。是的。这个火灾调查员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严谨都是知道的，还可以再把这个人挂回2楼下面。是，状态都是残的。对，而且守墓人现在的状态并不能完成他去完成这波救援啊！哇，这一勾到这么精准吗？准的是百发百中的呀。是的。两个人在转圈，欠的还是个火灾。啊，我在上挂，密码机虽然压好了，但你敢亮吗？都已经到脸上了，再牵起来，牵他到上面，把楼上的人直接给赶下去。哎呦，看到上面我磁铁算了算了，看到磁铁就算了。是，等一等，挂在旁边的椅子。对，可以兼容插针下来把这个人给掏了。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带回光返照啊。对。要想靠化险为夷来硬救吗？但他其实也不太好救啊，没有回光返照。哎呦，想取他，提前救下来，守墓人得扛到了，那还能亮，对。提前交个磁铁，就算你勾中了，其实他也能靠这个磁铁给推开。没错，现在一花有机会勾回来，是没有任何道具。门口这边也开不完，3岁这边还想再 OB 一下，想要极限吸回来，对他想年纪一直往外走啊。是。传送过去，完全没有任何办法，这个地方太空旷了。是，没有飞轮。对的，我在调查直接是一个淘汰。樱花这边也没什么办法，只能慢慢等，等自己的绝世风声。要不没有太多想法了，牵起来往外边走一走。大概应该还有个几秒，其实这个人就要摇下来，但是他摇下来，这人应该也救不到。就等，就摇钩，就摇这个钩，就耐心等。是。等樱花起来，然后盯着状态栏，你只要敢起来。是。他肯定要起来的。找了一个角度，对他找了一个角度，想从后面。是，那3岁也没有办法，只能直接出门。没错。还想再试一试吗？哦，3岁没想试了，直接走了。直接走了。那随着3岁的出门，让我们恭喜 GR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在今天这边监管者真的是直接把自己的压力全部给拿了呀。没错，而且他这一波。